全球荒野求生降临现实，只因蓝星资源枯竭，每个国家将挑选100名参赛选手，在荒野求生中获取的物资将万倍返还所属。而作为大学生的你，赫然在参赛名单中。所有人都不看好脆皮大学生怎么荒野求生，怕不是第一天就被饿死在荒野。可他们不知道，你平时最喜欢的就是野外探险，就算把你丢进原始森林，你也能独立生存2年半。再次睁眼，你出现在一片原始森林，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：欢迎来到诡异荒野。此次共有总计11700名参赛者，每人将固定获得防护服装、多功能背包、保温毯。此外，每人将随机获得3样生存工具。我得赶紧看看背包里有什么。你立马打开刚刚获取的背包，里面赫然放着一把工兵铲、一个小铁锅和一卷鱼线。这时，直播间的观众都心头一凉，因为代表灯塔国的杰克获得了军用匕首、打火石、弓箭；毛子国获得了战斗求生匕首、野外急救包。相比于你的装备要好太多。这装备也太差了吧！脆皮大学生怕是撑不过1天。灯塔国和毛子国的装备也太顶了，差距悬殊啊！就在全球观众为各国选手的装备配置热烈讨论时，一个冰冷的声音在所有参赛者头顶响起：警告选手阿卜杜勒已被巨型棕熊击杀，当前存活人数11699人。所有人顿时紧张起来，都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。而你这边刚刚装备好防护服和背包，你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湿度很高，土质松软，植物茂盛，这是典型的温带落叶阔叶林滑。从头顶的阳光来看，现在应该是上午10点左右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界面在你的视网膜上浮现：欢迎使用荒野签到系统，每生存3天便可签到1次当前位置。诡异荒野动物森林区赠送宿主新手大礼包大师级环境感知。瞬间，一股奇异的力量涌入大脑，风向、湿度、动物活动痕迹与植物生长状态，所有信息如潮水般涌入你的感知中。300米外有一条小溪，水质清澈，可以直接饮用。西北方向700米处有一个天然岩洞，适合搭建庇护所。正前方有棕熊粪便，说明这里有大型食肉动物。这就是大师级环境感知，有了这个技能，不得3天吃91顿呢。另一边，龙国国都偌大会议室里坐着上百位生存专家，巨大的屏幕上正是100位选手的直播。冷月直播间8000万人在线，陈虎直播间6000万人在线，而你的直播间仅只有30万人正在观看。大部分观众都认为脆皮大学生没什么好看。这时，一名中年男子快步走入会议室，他是龙国应急管理部部长李建军。李建军说道：我们必须成立最高指挥部，为选手们提供技术支持和心理援助。只因荒野规则中，每周可以发送1条100字内的消息给参赛者。你这边已经朝着300米外的小溪前进。当小溪出现在视野中，连你都忍不住眼前一亮，因为它看起来实在是太干净了，而且溪水中偶尔闪过的荧光更加证明这是优质天然水源，正好可以钓鱼，先解决食物问题。于是你取下背包，掏出鱼线和鱼钩，之后又找来树枝组装成一根鱼竿。随着工兵铲的挖掘，几条肥美的蚯蚓出现在眼前。一系列动作看似简单，实则不然。不一会儿你就找了个位置，抛出鱼钩。2分半过去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直播间里已经有人开始不耐烦了，怎么还没有鱼上钩？是不是这里根本没鱼？果然是脆皮大学生，连钓鱼都不会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鱼线猛地绷紧，你握着鱼竿感受水下巨大的拉力。这鱼起码有2.5公斤。鱼在水中左右冲刺，想要挣脱鱼钩，可你手法极其熟练，没有硬拉鱼竿，而是引导它游向浅水区。终于在2分半后，一条半米长的鲤鱼被你拖上了岸。就在这时，冰冷的系统声响彻全球：检测到第1例资源获取，触发万倍返还机制，龙国获得野生1万条。龙国国都中央广场，巨大的光柱从天而降，只见万条鲤鱼堆成一座小山，每一条都有2.5公斤重。直播间顿时炸了无数弹幕飘过，观看人数也飙升到300。卧槽，真的万倍返还了！果神牛逼，这鲤鱼也太肥了。果神不愧是野外探险爱好者。而你这边还不知道，一条鱼已经引起巨大的波澜，又是一杆甩出，不到10分钟，第2条鱼上钩了。这次是一条比刚才还大的草鱼，可并没有触发万倍返还系统。紧接着又是第3条鱼上钩，可依旧没有触发万倍返还系统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声再次响起：倭国选手松下手刹获得资源度3，奖励倭国毒3万。哈哈哈，小日子报应来了，真是活该。8个，为什么是毒蘑菇？松下手刹这个蠢女人。阿3国选手拉住获得资源腐烂果实5，奖励阿3国腐烂果实5万。棒子国选手瓢断雕获得资源臭鱼2，奖励棒子国臭鱼2万。其他国家的奖励也太离谱了，对比之下，
果神的鲤鱼简直是神仙资源，龙国观众表示笑疯了，这就是差距啊！就在这时，又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，龙国选手冷月获得资源野兔，奖励龙国野兔1万。只见冷月这边一只受伤的兔子正躺在地上，冷月说道：“小家伙，下辈子投个好胎吧。”时间已经来到下午3点，你熟练的用工兵铲将鱼处理干净，随后你决定在这片水域附近搭建营地。之前感应到的山洞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在你提着鱼正要朝山洞走去时，一声棕熊的吼叫从远，跟随在后的是一头鹿的嘶鸣声。原来这附近有棕熊，你立马停下脚步，眼神锁定声音的源头。要知道，棕熊的攻击力和速度都极其恐怖。你站在原地听着远处的动静，心跳也止不住的加速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兴奋。这里有稳定的清洁水源，鱼类资源丰富，植被茂盛。如果那个山洞适合居住，而且足够安全的话，那么感到害怕的应该是那头熊。前世的你可没少和大型野兽打交道，狼群、野猪，甚至是老虎。关键是要用对方法，找准时机，利用智慧而不是蛮力，这样就能轻松击杀这些野兽。在你观察了2分半后，还是朝着棕熊相反方向走去。暂时还是避其锋芒吧。一路上你不断弯腰捡地上的干燥树枝，800米的距离你走了10几分钟，不是因为路难走，而是因为一直在观察周围环境。大师级环境感知让你的大脑就像一台精密雷达，不断收集着有用的信息。终于那个石洞出现在眼前，虽然遮风挡雨没问题，但空间太小，不适合长期居住。这山洞也太小了吧，只能先凑合一下了。吐槽一番后，你将背包放在角落，下一步就是准备生火。你抓了一大把落叶以及刚才捡到的树枝，你挑选了2根合适的木头，一根作为火把，一根作为钻杆。准备就绪后，双手握住钻杆，开始快速旋转。钻木取火对我来说就是信手拈来，毕竟练习野外探险2年半了。2分半后，一缕青烟缓缓升起，火生好后，你开始处理晚餐，将3条鱼用木棍穿好，随后架在火堆上烤。10分钟后，3条外焦里嫩的烤鱼就做好。此时，其他国家的选手还在寻找野果吃，而你不仅吃着烤鱼，另外还烧开了一锅开水。就在你摸着肚子快哉时，大师级环境感知突然传递了一条消息：在洞口附近有一种特殊的草本植物，不仅可以泡茶，似乎还有壮阳的功效。还有这种好东西，赶紧找找看。你放下手中的鱼，立马在附近搜寻起来。果然，在一块岩石边有几株细长的绿草，这是龙须草。最终你收集到了10株龙须草。检测到稀有资源获取，龙国获得10万龙须草。全球死寂3秒再次炸了。卧槽，壮阳？真的假的？果神这是给全国男同胞送福利啊！感谢果神，今晚就试试效果。正好用小铁锅泡一壶，一口鱼肉，一口龙须茶，简直美滋滋。你这边已经将刚刚摘取的龙须草放进了小铁锅，顿时散发出一股股清香的味。一口鱼肉，一口龙须茶，2条烤鱼下肚，勉强吃个8分饱，剩下1条明天再吃吧。时间来到深夜，这里没有光污染，一抬头就能看到空中的银河。就在这时，你看了一眼数据面板，当前全球死亡人数127人，第一天就死了这么多，希望龙国人都能坚持住吧。随后你给火堆添加了不少木柴，然后用鱼线和铁锅制作了一个简易的预警装置。果神也太专业了，预警装置都搞出来了，其他选手还在瑟瑟发抖，果神已经开始享受生活了。做完这一切，你紧紧握着工兵铲睡了过去。清晨第一缕阳光落到你的脸上，你伸了个懒腰。今天该怎么安排呢？先看看环境感知有没有什么发现。大师级环境感知再次传来信息，在西南方向大约2公里的地方有一窝野鸡。眼神闪过一丝兴奋，看来今天不用吃鱼。你迅速收拾好所有物品，如果附近没有更好的地方，我还会回来的。你朝着野鸡窝的方向前进，一路走走停停。要想成功猎取野鸡，光靠工兵铲远远不够，我需要制作一把长矛。它不仅攻击距离远，制作简单，而且能够弥补人类在速度和力量上的不足。你心中盘算着长矛的矛杆必须满足几个条件：足够直，足够硬，长度合适，重量适中。半个小时后，终于找到一棵合适的树。你带着工兵铲利索地开始爬树，一铲子下去就得到一根合适的矛杆。随后用工兵铲的刃部一点点地削着木头，矛头逐渐成型。等会儿生火后，把矛头再用火烤一下，木质会更加坚硬。整个制作过程大约花了40分。中途你还将昨天剩下的烤鱼吃了补充体力，一边吃一边观察周围环境。这种多任务处理能力让直播间观众叹为观止。满意的挥舞了几下长矛，是时候去会那些野鸡了。就在你朝着野鸡窝前进时，龙国各个直播间突然炸了。兄弟们，快去看倭寇直播间！卧槽，倭寇那边发生大事了！只见倭国直播间内2个倭寇碰面了，女忍者松下手刹和南格斗家小逼宰制。哈哈哈哈！天助我倭寇大国！
竟然真的遇到队友了，这组合简直无敌。然而这两人居然在全球几十亿观众的注视下紧紧抱在了一起。随后直播画面也被切断，系统提示该选手已关闭直播。冷知识：每个选手每天能中断直播2个半小时。全球观众瞬间懵逼，9.1秒，然后彻底炸锅。倭国最高指挥部刚才还兴高采烈的高层脸都绿了。巴嘎雅路，这两个白痴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？而此时的你自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这场闹剧，你正全神贯注地朝着野鸡窝方向前行。大师级环境感知不断向你传递着周围信息。前方100米，3只野鸡正在觅食，2只成年野鸡还有1只幼鸟，大概只有成鸟一半大小，正好2只半，就是现在吃我一鸡吧。距离还有5米时，你停下脚步。此时2只成鸟在啄食地上的种子，幼鸟在旁边蹦蹦跳跳。你猛地投掷出长矛，矛尖精准地刺穿了1只成年野鸡的身体，另外2只野鸡受惊立即四散。你的目标已经达成，这是一只足有3-4斤重的肥美野鸡。检测到资源获取，龙国获得1万只野生野鸡。龙国各大城市的中央广场上，1万只活蹦乱跳的野生野鸡凭空出现，鸡叫声响彻云霄，场面极其壮观。野鸡1万只野鸡，果神太牛了！直播间人数瞬间突破500万。哎呦，你干嘛？你这边已经提着野鸡走在森林中，大师级环境感知提示：左前方200米有一片沼泽，右侧300米处有个小水坑，但水质浑浊。摇摇头，看来还是要回老地方。回到昨天钓鱼的地点，你开始处理野鸡。这些羽毛倒是可以留下来，以后制作弓箭可以提供稳定性，然后将一些不能吃的内脏丢进水中，过一会儿鱼群聚集过来也好钓鱼。快速清理出一片空地后架起火堆，然后一边钓鱼一边烤鸡。或许是有了内脏打窝，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中，你钓上来不少。检测到资源获取，龙国获得3万混合淡水鱼类。观看人数瞬间突破800万。一边吃着烤鸡，一边将那些鱼也处理干净，准备一起烤了，美滋滋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传来提示：龙国选手已获得资源50颗野生猕猴桃，龙国获得资源50万野生猕猴桃。但紧接着又传来李明被野兽袭击身亡的消息。看到同胞的死讯，心情还是有些沉重。在荒野中一时的冲动往往就是致命。李明的死亡也给我敲响了警钟。虽然有环境感知技能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。你停下了进食，把剩下的食物塞进背包后，又熄灭了火堆。做完这一切，你握紧了手中的工兵，铲转身没入密林深处。果神这是要去哪儿？心情不好吧？毕竟刚有同胞牺牲了。龙国求生专家陈野却说道：“他并不是消沉，恰恰相反，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专注。正如陈野所说，我的大脑前所未有的清醒，我需要一把弓，一把强劲的弓。”大约走了2-3公里，环境感知突然给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。前方300米，发现大面积优质竹林，脚步猛地一顿，眼中爆发光芒。竹筒可以用来做炊具，竹笋可以当做食物，合适的竹子是制作弓身的绝佳材料。你逐渐加快脚步，很快一片竹林便出现在眼前。你走上前查看竹子的品质，不错，都是3年以上的好竹子，弹性和韧性都是顶级的。你摸着下巴思索起来，有了弓身材料，弓弦用什么做？如果用鱼线，估计用不了几次就会崩断。桑树皮撕成长条后，经过浸泡、捶打、晾晒，再搓成纤维绳，3股拧成1股，做出来的弓弦结实又耐用。这个世界植被和蓝星高度相似，既然有竹子呢，大概率也会有桑树。打定主意后，你抡起手中工兵铲，对着早就看好的竹子根部砍了下去，接着是第2根、第3根。要制作的不仅仅是一把弓，还有大量的箭矢以及一些防御性的尖刺陷阱。获得大量战略性资源毛竹，龙国获得5万优质成年毛竹放点。龙国西南地区指峰山。龙国西南光秃秃的荒山上，在2.5秒内变成了一片竹海。龙国求生专家陈野说道：“大家可能不知道小果选手砍伐这些竹子要干什么，但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他要做的是弓还有剑。他正在为自己打造一套足以让他在荒野中称霸的狩猎武器。密林中，你已经将毛竹做成了一个巨大的木筏。深吸一口气，将这重达几十斤的担子猛地扛上肩膀，接着一步一步朝着庇护所的方向走去，心中正盘算着做出各种陷阱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充满了暴力的熊吼从不远处山林深处传来，又是那头熊。我靠，听这动静声波都快怼脸上了，离果神不远啊！完了，这要是被堵个正着，十死无生啊！然而听到这肝胆剧烈的咆哮，你只是微微一顿，你缓缓转过，侧耳倾听。硬碰硬那是蠢货才干的事情，厚实到足以制作顶级防具的熊皮，珍贵无比可以入药的熊胆，数百公斤能够提供巨量能量的熊肉，这分明是一座资源宝库。你不再犹豫，继续扛着竹子赶路，回到庇护所也顾不上休息，立刻开始处理这些巨大毛竹，拿起工兵铲对准竹子就是一顿削砍，连续制作出10几根尖竹桩。这正是狩猎中最常用也最致命的陷阱——竹签阵。直播间观众们看着这一幕，全都倒吸一口凉气。卧槽，果神这是要干嘛？做这么多长矛，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这玩意儿
该不会是用来对付那头熊的吧？你将制作好10几根尖竹桩，用藤蔓捆好，又将剩下烤鱼和烤鸡用大叶片包好，带上工兵铲，再次小心翼翼地没入了森林之中。棕熊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腥臭味混合着骚味钻入鼻腔，在面前的小道上，你发现了一坨粪便，是熊粪，而且是新鲜的。你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，确认安全后，抡起了手中工兵铲，开始挖坑。足足2个半小时后，直径约2.5米、深度2米的陷阱制作完成。随后将一根根尖锐的竹桩狠狠地插入坑底的泥土。熊大，给你准备的豪宅可千万要喜欢。接着你开始挑选树枝和落叶作为伪装，远远看去，这里就是一片。谁能想到下面藏着要命陷阱？太阳逐渐下山，你回到溪边，装满一锅水，又捡了一些柴火，回到石洞，一块鸡肉，一口茶，这种满足感让你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食物再香，没有盐分调和，终究是少了灵魂。白天挖掘陷阱时流失的大量汗水，已经让身体发出了明确抗议。肌肉深处传来若有若无的酸软感，精神也不如前2天那么亢奋。明天必须找到盐巴。吃饱喝足后，你没休息，而是继续削起炉子。突然传来一声低沉雷鸣，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开始稀稀拉拉地砸在洞外地面上。可是这跟洞内的你并没有什么关系。再次制作一个简单的预警装置后，你才安然入睡。第2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陷阱。在你收拾好装备后，一道冰冷的机械音传来：全球通告为增加比赛激烈程度，现已向荒野大陆全境投送1000个，包含但不限于食物、饮水急救包，甚至枪械。直接空投枪械，这是荒野求生还是绝地求生啊？这下要乱套了，这不明摆着是让选手们互相残杀吗？灯塔国那帮人绝对要乐疯了，他们100个选手里起码有30个是海豹、三角洲退役的，拿到枪还不是乱杀？这对于我们龙国选手来说太不公平了。所有人目光再次聚焦到你的直播画面上，你听到通告后只是微微皱了皱眉，继续走向陷阱处，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昨天布置陷阱的地方。离得老远，你就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血腥味。有东西掉下去了，会是熊大吗？你立刻握紧长矛，慢慢靠近，只见陷阱上方此刻一片狼藉。你快速冲过去探头一看，坑中并不是熊大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头马鹿。显然它是在昨夜的暴雨中慌不择路，一脚踩。虽然不是熊，但这头鹿的体型少说也有200-300斤，赚大了。小果城获大型猎物马力值，奖励1万头马。整个龙国彻底沸腾。龙国国都中央广场，一头头体型健硕、活生生的马鹿如下饺子一般从光门中涌出，万鹿奔腾，场面壮观到了极点。全国人民在短暂呆滞后爆发出山呼海啸般卧槽，果神！我宣布从今天起，小果就是我唯一男神。1万头马鹿，这资源也太顶了吧！你站在陷阱边缘观察片刻后，一步跳了下去，第一刀精准地划开颈部大动脉，放进鱼血，随后开始切割、分离、剔骨。转眼间，一头300斤的庞然大物被你分解成了7、8个部。你将最肥美的鹿里脊和一块鹿排仔细包好，然后扛起最沉的一条后腿。得赶紧把所有鹿肉搬回山洞，免得被其他野兽盯上。回到地面没有片刻停留，10分钟后你回到山洞，剩下的肉必须尽快运回。与此同时，距离陷阱不到100米的密林中，一头体型庞大到夸张的棕熊从灌木丛后探出了脑袋。它的人力身高绝对超过3米，浑身的棕色鬃毛如同钢针般竖立。最恐怖的是它那双眼睛不带任何情，它看着你远去的背影。巨大的熊掌在地面上不安地跑动。20分钟后，你再次出现在陷阱边缘，突然你发现泥土上赫然印着几个巨大的熊脚印。一股寒意瞬间窜到天灵盖，那东西刚走不久，甚至可能就在附近。敢抢我的东西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熊皮！你眼神中的愤怒被冰冷的杀意所取代。回到洞穴，鹿腿静静地躺在阴凉的石板上，可你却一点胃口都。忍一时越想越气，退一步越想越亏。于是你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山洞。你决定换个方向，去一个从未探索过的区域，碰碰运气。就这样走了1公里，突然你脚步一顿，在左前方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东西。走近后，你发现正是你苦苦寻找的桑树。太好了，有了弓有了箭，再配上桑皮鞋，那头熊咱们的账就该好好算算了。想到这，你立刻抽出工兵铲，小心翼翼地从桑树上剥下树皮，收集2捆半就差不多够了，回去就能制作弓弦。收集完毕后，你才心满意足地背上背包，正准备继续深入探索时，忽然右边肩膀被轻轻地拍了一下，那触感轻柔，带着一点温度，像是一只手。卧槽，什么人？几乎是一瞬间，你握紧工兵铲向后挥去，然而身后却是空无一物。下一秒，树上传来猴子的叫声，只见一只猴子正吊在一根树枝上，它咧嘴一笑，竟然试图抢走你的背包。这一次彻底怒了，一头熊抢了老子的肉，现在连一只泼猴都敢骑到老子头上拉屎了。
在荒野中，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你死死拿着工兵铲，猴子的惨叫响彻山林。解决完猴子后，你没有理会猴子的尸体，你对这种食物不感兴趣。就在这时，直播间又炸了，快去看阿三，快去看阿三，那哥们儿简直逆天啊！此时阿三直播间内，一个留着大胡子的阿三选手库马尔正满脸，面前是一个刚刚开启的空投箱，里面有急救包和几包压缩饼干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他手里还抓着一条1米多长的大蜥蜴。这名叫库马尔的选手运气不错，捡到了空投，还抓到了食物。然而下一秒，直播画面中的库马尔在全球观众的注视下，他竟然对着蜥蜴露出一抹坏笑，接着直播画面瞬间黑屏，系统提示该选手已关闭直播，2小时后将强制开启。全世界在这一刻都安静了。我原本以为倭寇选手已经是天下无敌，没想到还有高手。连生存大师看到这一幕，也只能喝水化解尴尬。而你这边依旧在探索未知领，前方100米是一片沼泽地，你毫不犹豫改变方向绕了过去。很快你发现地上有很多动物的粪便，这里应该是某种动物的聚集地，或者说是他们每日的必经地。你握紧手中的长矛，融入草丛之中。前方空地中央，一头小鹿正舔食灰白色的石，眼神猛地一缩。那是盐矿，这几天来只靠食物本身获取微量的盐分，身体已经开始发出警告。而现在一座巨大宝藏就这么呈现在了眼前，这盐矿我要，这头鹿我也要。你缓缓地蹲下，身体慢慢靠近小，等待斩杀线到达后，长矛飞出，精准地洞穿了小鹿的。小鹿立马慌张地乱跑，然而刚迈出几步便轰然倒。你走上前拔出长矛，没有着急处理小鹿，而是转头用工兵铲下一块盐矿，伸出舌尖轻轻舔了一下。果然是盐矿，有了盐就意味着可以制作肉干，长期保存食物，体能也能迅速恢复到巅峰。获得资源野生鹿，龙国获得1万头野生鹿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对着盐矿用力敲击，每一铲下去都震得你虎口微微发麻，足足装了小半背包才停了下来。今日收获一头40-50斤的林鹿和20多斤的粗盐，回去的路似乎都变得轻快了许多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弹出猩红的提示：灯塔国选手杰克已成功淘汰巴国选手佩德罗。有人动手嘎人了。杰克前灯塔国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成员，顶尖的精英特种兵，擅长丛林作战和暗杀。对他来说，这片荒野不是求生之地，而是猎场。这场游戏的性质变了，从这一秒开始，这片荒野中的每一个活人都可能是猎人，也可能是猎物。回到山洞，你将一块盐矿放在平整石头上，然后举起另一块石头用力砸下，这样就能得到豌豆大小的盐矿。随着不停的敲击，面前已经有了一小堆盐矿碎块，而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提纯，这样不仅能改善口感，而且还能去除大部分重金属。水与盐矿的比例大概是10:3，接下来是加热溶解。你将碎块倒入铁锅中，不停搅拌。溶解完成后，你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空的竹筒，分别加入洞口的细沙、篝火边的草木灰以及最后的木炭。这样一个简易的过滤器就做好。随后把盐水慢慢倒入竹筒过滤器，这样重复过滤3次后，再把干净的盐水倒入锅中蒸发结晶。随着水分蒸发，锅底开始出现白色结晶体。整个提纯过程用了将近2个小时。当锅底出现那层雪白的盐晶时，整个直播间彻底沸腾。我靠，真的提纯成功了！这盐看起来比超市买的还白，果神也太会了吧！之后的时间，你又按照刚才的步骤提炼了2次，直到把竹筒塞满，肚子适时的发出咕噜噜的抗议声。是时候享受今天的战利品了。你拿出今天获得的鹿腿，用工兵铲在肉上划出几道口，接着撒上刚刚提纯的盐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鹿腿终于烤好，一口咬下，你点点头，快哉快哉。吃饱喝足后，你并没有休息，而是开始制作弓弦。桑树皮的纤维很韧性也好，是制作弓弦的上佳材料。你将树皮撕成细条，然后开始搓绳。弓弦搓好后，你又拿出之前砍的竹子，开始制作弓身。一坤石后，一把手感完美的竹弓出现在你手中，然后用较细的竹子制作箭杆。之前收集的野鸡羽毛做箭羽，大功告成。有了这把弓，那头偷我肉的熊也该算算账了。明天就能试试威力。第2天清晨，阳光透过洞口，说起来今天正好是第3天，不知道系统会给什么奖。检测到宿主已在荒野连续生存3日，符合签到条件，是否立即签到？在心中默念签到，并且关闭了直播。如果系统送出某些东西，肯定不能给观众看到。龙国直播间内原本清晰的画面一下黑了，10几亿观众瞬间炸了。我靠，什么情况？我的果神呢？怎么黑屏了？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别吓我啊！生存专家摸着下巴缓缓说道：“我猜他可能是在制作某种决定性的工具或者陷阱。”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沙鹰手枪，子弹30发。热武器有了弓箭，我觉得自己步入了冷兵器时代，而现在有了这把枪，直接一步跨入了现代战争。可现在该怎么解释？总不能重新直播时对观众说，这是我用竹子和藤蔓搓出来的吧？空投，对，空投。你将弹匣连同手枪塞进了背包最深处。做完这一切，重新开启了直播，然后左手拿起新做的竹弓和剑，右手提着那根削尖的长矛，全副武装的走出了山洞。观众都发现你正在前往陷阱的方向。
卧槽卧槽，那可是一头巨熊啊！拿着弓箭就去了吗？果神这也太勇了吧！主攻能打得过棕熊？陈野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。小果选手的选择很大胆，也很危险，除非射中眼睛之类的要害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而此刻的你却异常冷静。你来到之前被棕熊破坏的陷阱旁，坑边的土还很松软，还留着那巨大的熊掌。你没有急着动手，而是开始重新布置线，将昨天挖出来的尖锐竹桩重新插好，用浮土和树叶将洞口伪装得天衣无缝，然后将血淋淋的鹿肉扔到了陷阱之上。做完这一切，你选了一棵视野绝佳的大树爬了上去，你拉开弓弦，瞄准了下方被伪装好的陷阱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你就像一个最有耐心的猎人，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，静静地等待那头熊自投罗网。熊大，你的午餐已经备好，就看你敢不敢来取了。漫长等待中，你一动不动。为了打发这无聊时光，你打开系统光幕，屏幕上一行信息刷新：灯塔国选手布鲁斯成功开启资源空投，获得复合弩；弓箭石阿三国选手拉吉误食毒草已死亡；龙国选手王鑫发现铁矿石；龙国境内新增一座露天铁矿。目前手头都还是木质武器，还是得多出去探索才是王道。冶炼铁矿，打造铁质武器才能长久发展啊！必须尽快解决这头熊，囤积足够的食物，然后去寻找空投，将自己手枪来历合法化。与此同时，另一片林区，一道矫健身影在林间无声穿行。女特种兵冷月，她直播间内人气同样居高不下，无数观众跟随着她的视角，体验着教科书级别的丛林渗透。忽然，冷月停下脚步，是一小块被削掉的竹皮。她捡起竹皮，仔细地检查起来，随即将目光投向不远处的一个山洞。她没有贸然前进，而是绕着山洞开始侦查。很快，更多人类生存过的痕迹出现在她眼前：被利器砍伐过的树桩，处理过动物内脏后留下的血迹。最终，她来到了你居住过的那个山洞口。山洞内篝火余烬尚有温度，地上还有碎落的矿，所有细节汇集在一起，在他脑中勾勒出一个清晰形象：一个经验极其丰富、动手能力极强，并且已经解决了食物、火源和盐分的强大存在。卧槽，缘分啊！这是果神的家，那是你失散多年的亲队友啊！龙国最高指挥部所有人都站了起来，他们多么希望冷月能和你会合。两大王牌联手，龙国这次赢面将无限增大。可惜他们什么也做。冷月在洞口观察了足足5分钟，最终他选择了后退。这片领地有主，在不清楚对方是敌是友的情况下，贸然闯入一个强者的领地是极其危险的行为。他需要去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龙国同胞。他摸了摸背包，里面有他制作的肉干，这些是他的口，也是留给未来队友的希望。此时你在树上已经待了4-5个小时，突然一阵极不协调的歇息息声传来，那是躯体碾过落叶和断枝的动静。猛地睁开双眼，只见一头体型庞大到夸张的棕熊正从密林深处缓缓踱步而出。它比你想象中的还要跑，站起来绝对超过3米。直播间瞬间爆炸，熊大是熊大来了！果神威，快跑啊！这玩意儿弓箭根本射不穿。陈野的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，现在就看你的陷阱能不能起作用。那头巨熊一步步靠近陷阱，巨熊低头看着那块散发着诱人气息的鹿肉，但它没有动，只是绕着陷阱走来走去，时不时用鼻子用力嗅它。它似乎知道这顿美餐有危险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你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鹿骨制成的箭头死死锁定着巨熊的眼，你在等一个最佳时机，要么是巨熊失去耐心一脚踏入陷阱，要么就是它露出绝对的破绽。巨熊绕着陷阱走了足足3圈，但接下来的动作让你以及龙国几千万观众全都目瞪口呆。只见那头巨熊没有猛扑或者试探，而是小心翼翼地走到陷阱的边缘，然后像人一样控制着身体缓缓滑了下去。它庞大的身躯完美地避开了竹桩，陷阱上方的伪装层和鹿肉也跟着掉了进去。这畜生竟然毫发无伤地进入了陷阱，拿到了食物。卧槽卧槽，这他妈是熊？这比熊大熊二还聪明吧？整个龙国直播间弹幕彻底，所有人都被熊的智商给震惊了。树上你握着弓的手青筋暴起，你设想过无数种可能，唯独没有想到这种。坑底的巨熊叼起鹿肉就准备爬出陷阱，千万观众的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。机会来了！树冠之上，你嘴角却勾起一抹冰冷无度。当那颗头颅刚刚探出陷阱边缘时，嗖的一声，箭矢撕裂了林间的死寂。虽然精准无误地射向巨熊的额头，但这简陋的竹弓和鹿骨剑根本无法洞穿巨熊厚重的头骨。但是那股巨大的冲击力却结结实实地作用在了他的头上。巨熊吃痛，刚刚爬出大半的身体瞬间向后摔去。随着一连串的入肉声，那些致命竹桩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目的。一道撕心裂肺与暴怒的咆哮冲天而起，震得整片山林都在嗡嗡作响。无数栖息在林间的飞鸟惊起，树上你的额角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你不敢有丝毫松懈，立马从背后抽出第2支箭矢，
只要那头熊再敢露头，迎接他的将是又一轮无情的打击。陷阱内巨熊的咆哮声越来越狂暴，巨大的熊掌在狭小的坑底胡乱拍打，很快滚滚烟尘从陷阱口涌出，瞬间遮蔽了你的视线。这熊还挺聪明。你屏住呼吸，仔细聆听着下方动静，烟尘中拍打声渐渐停歇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摩擦泥土的声音。他在爬，你手中的弓拉得更紧。突然，一个庞大黑影缓缓升起，但这一次他正对着，饶是你心性沉稳，此刻也在心里骂了：这头熊的战斗智商已经完全超出了野兽的范围。他被射了一次，就立刻明白了威胁来自何方，并迅速找到了最优的应对策略。嗖的一声，第二支箭矢呼啸而出，那支锋利的鹿骨箭射在熊背上，竟发出了一声类似射中皮革的声音，然后被毫无悬念地弹开了。箭矢甚至没能在皮毛上留下一点痕迹，心中暗道不妙，伸手再去摸第三支箭。可就这短短一瞬间的功夫，那头巨熊已经硬生生从陷阱里爬了出来，一双眼睛瞬间锁定了大树上方的你。下一秒，它化作一辆失控的重型坦克，朝着大树猛冲过来。完了完了，这怎么跑？我不敢看了，谁来救救果神？果神这是必死无疑了吧？棕熊的冲击力太恐怖了。你穷尽毕生所学，也想不出在这种情况下，人类有任何生还的可能。巨熊身躯狠狠撞击在古树上，紧接着是第二次撞击，树干中央一道清晰的裂纹迅速蔓延开来。就在那棵巨树即将崩解的前一秒，你动了，你双手握住硬木长矛，对着下方那头巨熊纵身跃下。我操我操，疯了疯了！果神这是不要命了！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你放弃了，但下一秒他们就看到了此生难忘的你，整个人如同从天而降的人形炮弹。时间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，恐惧第一次出现在巨熊的眼，长矛的大半截完全没入了巨熊头颅，巨熊最终无力地瘫倒在地。他抽搐了几下，再无声息，绝对的死寂。龙国直播间数千万观众足足愣了10几秒。我操我操我操！刚才发生了什么？神迹！这是神迹啊！果神牛逼，这操作简直逆天了！陈爷猛地一拍桌子，脸涨得通红，绝了，这小果无敌了！龙国选手小果成功猎杀变异熊，龙国境内将新增1万头成龙熊。龙国境内各大原始森林与自然保护区内，一头又一头体型庞大的巨熊凭空出现。外界的喧嚣你一概不知，你抽出腰间的工兵铲，用工兵铲切开熊的腹部，找到了那个墨绿色的囊状物，熊胆用一片干净的大叶子包好，塞进背包，随后开始处理熊皮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，你割下最精华的4只熊掌和一大块里脊肉，用处理好的熊皮包好。做完这一切，你扛着用熊皮包裹的肉块，在附近寻找合适的空地。刚走出几步，就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。大葱，眼睛一亮，循着气味望去，只见在不远处的坡地上正长着一片野生大葱。你咽了咽口水，已经快10个小时没有进食了，又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杀，体力早已透支到极限。此刻看到这些大葱，就像看到了人间美。我去，这运气！快步走到葱地前，毫不客气地拔了10几根粗壮的大葱。有了这些宝贝，今天这顿熊肉大餐算是圆满。你在附近找了块平整的空地开始生火，将熊肉里脊放在平整的石头上，用工兵铲切成厚厚的薄片，熊肉表面逐渐变成诱人的焦糖色。你夹起一片熊肉送入口中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可熊肉虽然香，但油脂含量太高，单独吃容易腻口，所以该大葱上场。拿起大葱咬下一大口，辛辣的汁液瞬间充满口腔，然后又夹起一片熊肉，无敌！这种搭配简直是天作之合，要是能来点白酒就更完美了。等找到合适的地方建庇护所，酿酒计划也得提上日程，到时候烤肉配白酒才叫人生享受。正当你沉浸在美食的快乐中时，余光瞥到远处森林上方升起一缕异样的烟雾，空投，瞬间反应过来，眼中闪过兴奋的光芒，迅速估算了一下距离，大概在20公里外的密林深处，按照现在的行，估计得走1天，也急不来，先吃饱再说。在距离空投点更近的另一片林区，冷月同样看到了那缕红色烟雾。作为专业的特种兵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空投箱的价值，武器装备、医疗用品、军用口粮，任何一样都能大幅提升生存能力。通过地形判断，那里应该是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，虽然地势平坦，适合空投箱降落，但同时也意味着缺乏掩护，容易暴露。冷月在心中权衡着利弊，空投点必然会吸引大量选手聚集，到时候免不了一场恶战。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胜算并不大，但他别无选择，他必须为国家争取更多的资源。冷月检查了一遍装备，军用匕首、自制弓箭、几块肉干，还有一瓶水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朝着空投的方向前行而去。我操，冷月女神也看到空投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果神和女神会不会在空投点相遇？求求让你们组队吧！你将一部分熊肉用大叶子包好，塞进背包深处，可惜背包太小，
大部分熊肉只能扔掉。地上上百斤的熊，这些在荒野中都是救命的宝，但没办法，一个人带不走这么多。随后你大步朝红烟方向走去，距离空投点更近的山坡上松下手刹，舔舔嘴。亲爱的，你看到了吗？小逼崽子露出一口白牙。当然看到了，我的小野猫。这次空投必须拿到手。两人收拾好装备，朝空投方向快速前进。全球各大直播间彻底沸腾。卧槽，这是要大乱斗的节奏啊！倭国那2个狗男女还在秀恩爱，恶心死了。他们有人数优势，其他选手危险了。此时你正在密林中快速穿行，熊肉熊皮再加上各种装备，总重量至少60斤。你感觉肩膀开始酸痛，脚步也慢了下来。这样下去到空投点的猴年马月，得想个办法加快速度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那道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检测到附近存在特殊矿物资源，感觉有一根无形丝线在牵引着你，指向某个特定方向。你循着感知指引的方向前进，眼前出现了一处天然形成的岩壁。我去，天然金矿，在现代社会，黄金就是硬通货。卧槽，发了！你立刻取出工兵铲，铲子与岩石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叮叮声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成功挖出了10几块含金量极高的矿石。龙国选手小果发现天然金矿，奖励1万座大型矿。整个龙国瞬间沸腾，全国各地一座座小山包拔地而起，将所有金矿石收好后，重新背起背包，朝空投点前进。其他选手肯定也都在拼命赶路，得抓紧时间了。然而不到半小时，天空的风云毫无征兆的突变，乌云翻滚而来，紧接着密密麻麻的冰雹从天而降。情急之下，拿出铁锅，想也不想就扣在了脑袋上。可每一颗冰雹砸在身上都疼得要命，很快后背和胳膊就青一块紫一块。这特么是要命！一边顶着锅盖头飞奔，一边四处寻找避难处。终于你在不远处的岩壁下发现一个洞穴，真是鬼天气！倭国的松下手刹和小逼崽子在密林中抱头鼠窜，虽然他们躲在一棵大树下，但树叶根本挡不住冰雹，两人被砸得鼻青脸肿。灯塔国的杰克刚好走到一片开阔地，周围没有任何遮挡物，没走几步就被一颗巨型冰雹砸中，膝盖半天都没爬起来。冰雹砸在洞口附近，洞内温度持续下降，你呼出一口白气，看来短时间内是走不了了。从背包里掏出剩下的熊肉，准备生火取暖。这种恶劣天气下，钻木取火变得艰难起来，平常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生好，这一次用了足足半小时都还没有半点。看来还是得搞打火石啊！就在你准备歇一会儿再开始钻木取火时，忽然洞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你猛地回头看向洞外，悄无声息地握紧工兵铲，透过密集的冰雹雨，你隐约看到一个人影正朝着自己这个方向靠近。那道人影在冰雹中逐渐清晰，是个中等身材的男人，背着一个鼓囊囊的背包。这是哪国的选手？男人走到了距离洞口3米外的地，看到一脸警惕的你时，他露出了极度的慌张。我没有恶意，急忙高高举起双手。我靠，这家伙该不会是拽国来的吧？男人见你没有立刻攻击，稍微放松了一些，他慢慢将背包推向你那边。这是我的所有装备，只是想躲避冰雹，而且我愿意分享我的工具。你没有放松警惕，在这种环境中，任何陌生人都可能是敌人，但确实对那个背包很好奇。背包很饱满，里面装了不少东西。男人似乎看出了你的犹豫，他指了指洞口附近散落的干柴，又指了指自己刚推过来的背包。火，眼神一亮，这人是想说背包里有生火工具。你先退后10步，同时用工兵铲指了指远。男人立刻照做，老老实实退到10步之外。你打开背包查看，里面有一些压缩饼干和罐头，下面是绳索、小刀等常规装备。但最让你兴奋的是背包底部有一块打火石。随后你抬头看向那个混血男人，对方依然保持着投降姿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杜邦，皮埃尔。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国家的人吗？是啊，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，我运气不好，迷路了3天才找到这里。大部分国家的选手都是临时组队，遇到危险时各自逃命也正常。你想要什么？皮埃尔犹豫了一下，指了指洞穴。我想和你一起躲雨。可以，但有几个条件。皮埃尔眼中闪过惊喜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我说什么你听什么。第二，不许问我任何私人问题。第三，如果遇到危险各自逃命。我不介意暂时合作，但绝不会产生什么友谊，除了自己谁都不能完全信任。皮埃尔连连点头，然后赶紧背起背包冲进洞穴。你开始生火，先用工兵铲在地面挖了个小坑，然后收集洞内的干燥石头围成一圈。皮埃尔主动递过打火石和一些干草，你接过打火石，用工兵铲刃部在石头上快速摩擦，很快小火苗驱散了湿冷的寒意。你将熊肉串在木棍上烤制。皮埃尔咽了咽口水，他已经2天没吃过热食了。想吃吗？皮埃尔疯狂点头，眼神中满是渴望。想，太想了。拿你的打火石来换。皮埃尔眼中闪过一丝愤怒，但立马恢复正常，双手递给你那一块打火石。给你。满意的点头，这买卖不亏。谢谢，太
太谢谢了。他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，瞬间眯起眼睛。太好吃了，这是什么肉？熊肉。皮埃尔立马瞪大眼。你杀了一头熊？你没有详细解释，而是继续烤着自己那份皮埃尔，看向你的眼神彻底变了。能徒手猎杀棕熊的人，绝对是顶级猎手，跟着这样的强者，生存几率会大大提升。他暗自庆幸自己的选择。外面冰雹依然在下，但洞内温暖如春。两人默默享用着热腾腾的烤肉，谁都没有再说话，但空气中弥漫的不仅是肉香，还有一种其他的微妙氛围。皮埃尔时不时偷偷瞄向你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算计。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能猎杀棕熊的人，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。你没有回应，只是用木棍拨弄着篝火。我想像你这样的强者，一定有很多好东西吧？你终于瞥了他一眼，看得皮埃尔心里一突，他想起刚才你定下的规矩，不许问私人问题。我们法国人有句话，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，你救了我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直播间里观众们已经察觉到了这人眼神不对劲啊，像只盘算着偷鸡的黄鼠狼，过神小心，感觉这会有问题。夜色渐深，洞外的冰雹终于停。皮埃尔看了看手表，又瞄了眼闭目养神的你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眼皮都没睁，淡淡道：“你不是也没睡吗？”我习惯晚睡，你先休息吧，我来守夜，保证万无一失。不困。你的回答直接堵死了皮埃尔的话。皮埃尔心中暗急，但表面依然保持着友善。那我们一起守夜，随你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皮埃尔显得越来越焦躁。不好意思，我需要出去方便一下。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。上厕所需要带上全部家当。随便。皮埃尔如蒙大赦，快步走出洞穴。在他离开之后，你猛然起身，一脚将篝火踢散，背起自己的装备，悄无声息地融入黑暗。你很快找到了一处被封的岩石后方，弓箭上弦，整个人与黑夜融为一体。果然，这货绝对有问题。不到10分钟，两道鬼鬼祟祟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。1万就在那个洞里，一个人，装备非常好。确定只有一个？你没被发现吧？确定，我观察了一晚上就他一个。伊万冷笑，先废掉他的手脚，再抢光装备，记住别留下任何痕迹。接着两人如饿狼般扑入洞穴，可洞内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堆散落的灰烬。皮埃尔脸色大变，不可能，他明明在这里，怎么会？伊万猛地转身，凶狠地瞪着他。你这个蠢货，你被发现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支箭矢射穿了皮埃尔的大腿，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撞翻在地。伊万大惊失色，举起砍刀朝箭矢射来的方向怒吼：“谁？滚出来！”回应他的是第二支箭，箭矢直接贯穿了他握刀的手腕，砍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。伊万抱着血流如注的手腕惨叫起来。你从岩石后方缓缓走出，箭头再次对准两人，没有废话，缓缓拉开弓弦，强者生存。解决完两人后，你开始搜刮战利品。夜风带来浓郁的血腥气，你却毫不在意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除了几块压缩饼干和半瓶水，还有一个崭新的红色急救包，这在荒野里简直就是第二条。紧接着还有一把瑞士军刀。再看伊万这个壮汉背包里有半只风干的兔子，一卷尼龙绳以及地上的砍刀，这些都是梦寐以求的顶级生存物。你将所有有用的东西塞进背包，最后看了一眼地上的两具尸体，眼神冰冷。下辈子眼睛放亮点。说完，你转身消失在夜色中。与此同时，龙国直播间内一片狂欢，弹幕如同火山喷发，密集到几乎看不清画面。果神无敌啊，这才是我龙国爷们该有的样子。而演播厅内，萨北宁激动地拍响桌子，教科书级别的反杀。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在荒野中最危险的是人心。然而龙国的狂欢映衬着某些国家的死寂。全球紧急会议频道摘国代表的脸涨红，他发疯似的向龙国指控你的行为。然而龙国代表轻松回击，毕竟游戏规则如此，因此在国代表没有讨到任何说法。眼看在规则上占不到便宜，代国代表狰狞地威胁道：“再有2天，选手之间的通讯频道就会限时开启，到时我亲自下令召集类国所有幸存选手，不惜一切代价追赶你们龙国所有选手。”话音落下，让会议室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可龙国代表只是轻笑一声：“我们等着。”此时，诡异荒野中，你背着沉甸甸的战利品，悄无声息穿行在林间，而你击嘎2名外国选手的战报已被推送出去，一处被藤蔓覆盖的隐秘山洞里。冷月正打磨着手中的军用匕首，下一秒，他的手表突然震动起来，见状，他目光投向屏幕。当看清那条战报时，他双眸猛地一缩。又是小果，做得好。话音落下，冷月更加用力地打，他知道自己不能被甩下。与此同时，龙国其他选手也看到这条消息，他们心中无一不涌起强烈的自豪感和希望。不久后，东方天际线泛起一抹鱼肚白，你站起身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随后将沉重的背包甩到背上。接着，你开始辨认方向，然后朝着红色烟柱方向继续走去，眼中散发着势在必得的光芒。连续几个小时的高
强度行军，你的双腿像是被牵惯，每抬起一步都酸痛无比，甚至开始微微发颤。于是你决定停下来休整，并补充能量。凭借大师级环境感知，你迅速朝着空气较为湿润方向前进。很快一阵水流声传来，你立马拨开前方的灌木，顿时一条小溪出现在眼前。溪水不算特别清澈，里面还卷着细小的泥沙和枯叶，但在这种绝境里，这无疑是生命之源。此时你卸下沉重的背包，接着从里面抽出砍刀。你走到溪边，选中一棵碗口粗的树，随后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挥出砍刀，刀刃瞬间砍入近半的树干。见状，你忍不住低喝一声。随着你不断的挥砍，不到2分钟，小树应声倒。你寻思将其分解成一堆木柴，然后拿出打火石，用刀背对着那根黑色美条狠狠一刮，只见一簇火星迸射而出，精准的落在你准备的干燥引火物上。下一秒，青烟袅袅升起，火苗忽地一下窜起，不多时便升起一团温暖的篝火。你浑身的疲惫和寒意都被驱散，有火的感觉真好。说罢，你用工兵铲在溪边挖出简易的过滤坑，并依次铺上沙子、碎石和草木灰。你舀起浑浊的溪水反复过滤，然后灌进铁锅架在火上，等待水开的间隙，你拿出那半只风干的兔子，兔肉干得像块木头，但在你眼中却是顶级美味。熊肉出多了太腻，吃点兔子肉也不错。想到这儿，你掏出瑞士军刀，轻松将兔肉切成小块，并用树枝串起来架在篝火上烘烤。很快油脂被高温逼出，一股浓郁的肉香在林间弥漫开来。龙国直播间里无数观众被这诱人的画面吸引，演播厅内撒贝宁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，而一旁的陈也满脸严肃。小果处理水源的法是最经典有效的渗滤法，这是拥有极其丰富野外生存经验的体现。此刻溪边，你一边喝着烧开后的水，一边吃着外酥里韧的烤兔肉，彻夜未眠的疲惫都被一点点驱散。很快你吃完最后一块兔肉，便用沙土将篝火彻底掩埋，接着又浇上水仔细检查，确保不会留下任何火星。当你再次背上沉甸甸的背包，顿时感觉自己活力慢慢，你迅速辨认出方向，随后朝着空投信号方向继续前进。然而刚走不到半个小时，你的脚步就不由自主地慢下来，只因森林过于安静，先前的鸟鸣与虫叫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一时间寒意从你脚底板直冲天灵盖，此刻你全身肌肉绷紧，同时伸手握住别在腰间的砍刀，大师级环境感知瞬间催发到极致。你向着周围四处扫视，最终视线定格在前方2棵树之间。只见离地约10厘米的位置赫然是一根细线，是由某种动物的长衣碾成的半锁陷阱。这时龙国直播间炸开锅，演播厅内陈也死死盯着这是针对人类设下的陷阱。小果被人盯上，闻言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然而你却做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，你缓缓蹲下身，伸出手指，接着在地上轻轻画出几个圈。片刻后，你在脑海中构建出一幅立体攻击图，分析陷阱触发后哪里可能会出现攻击。很快你的目光落在不远处2个绝佳伏击点，嘴角不由得勾起一抹冷笑。之后你悄然后退2步，下一秒身影消失，融入阴影中。与此同时，你取出自制的长弓，将一支古箭搭在弓弦上。此刻伏击点处2名倭国选手正在蹲伏。小鼻宰治看着你消失的位置皱起，那家伙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说完，一旁传来松下手刹的声音。那根长线陷阱是用大倭国古法炮制的，他绝不可能发现，保持耐心，等他触发陷阱。听到这，小鼻宰治放下心来，他舔舔干裂的嘴唇，眼中满是贪婪。然而时间1分1秒过去，陷阱区域依旧毫无动静，2人的耐心被快速消耗。就在这时，一边灌木丛里传来轻响，小鼻宰治浑身一颤，猛地将弩口对准姻缘。只见一只野兔从灌木丛里钻出，然后飞快地跑向另一边。小鼻宰治见状长出一口气，怎料不远处一道黑影突然射来，一支箭精准穿透小鼻宰治的手腕。下一秒，凄厉的惨叫传遍森林。看到这，松下手刹迅速翻滚而出，他举着刀警惕地观察四周。此时你手提长弓，从容不迫地走，眼神平静的像是在看2具尸体。刹那间强大的压迫感令松下手刹呼吸一滞。你到底是谁？而你没有回答，只是缓缓举起弓对准松下手刹。松下手刹见状手腕急抖，3枚锋利的石头脱手而出，朝你飞去。同时松下手刹举起短刀迅速朝你逼近。然而你的反应更快，仅是稍稍侧身便躲开3枚石头的重击，接着瞬间拉满弓弦一箭射出。看到这，松下手刹连忙闪至一侧躲避，怎料箭矢却直直射向无法行动的小鼻宰治，他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便被古箭贯穿头部。见此一幕，松下手刹心头巨震，但你已经手持工兵铲朝他冲去。松下手刹连忙举起短刀防御，工兵铲与短刀撞在一起溅出火星。下一秒，一股巨力传过刀身，松下手刹虎口瞬间崩裂，渗出鲜血。他被这股蛮力震得连退2步才稳住身形，眼中满是震惊。这个龙国选手是怪物吗？然而你一击得手便毫不接连朝他挥舞着工兵铲。此刻松下手刹咬紧眼，急忙抬手抵挡攻击。刹那间骨头碎裂的剧痛传来时，松下
下手刹，整个人倒飞出去，撞在一棵树上。紧接着，你如影随形而至，举起工兵铲，对准他的头颅狠狠劈下。此时大约1公里外，冷月听到惨叫后停下脚步，他立刻判断出声音的方向，但冷月没有贸然前进，而是收敛所有气息，朝着声音源头前行而去。不多时，冷月来到一棵巨大榕树背后，正当他准备观察前方情况时，突然一支通体漆黑的箭矢从后方射出，冷月下意识向旁边翻滚，然而箭矢还是狠狠扎进他的大腿，钻心的剧痛瞬间炸开。冷月发出一声闷哼，鲜血瞬间染红他的作战裤，他强忍剧痛，立刻翻滚进茂密的灌木丛，随后拔出匕首，盯着箭矢射来的方向。很快，脚步声响起，一个高大的白人身影笑着走出来。龙国的小猫咪反应真快，可惜还是慢了点。他身后还跟着2个壮汉，3人正是灯塔国选手。白人没有急着上，而是看着地上的血迹阴冷。我们好好陪你玩玩。说完，3人默契地散开，形成一个标准的战术3角搜索阵型，接着缓缓向冷月躲藏的区域包围。另一边，密林中，你正在搜刮倭国选手的装备。此时2道全球通告响起：龙国选手小果淘汰倭国选手，松下手刹；龙国选手小果淘汰倭国选手小 B 宰制。龙国直播间因此彻底引爆，而倭国直播间则陷入一片死。你回收所有能用的箭矢，并从2人身上搜刮出一柄短刀和半壶水，随后头也不回地朝着空投方向赶去。半小时后，你终于抵达目的地。只见一个巨大的金属箱静静地躺在空地上，你没有立刻上前，而是警惕地扫视四周，确认没有埋伏。接着，你平静地吐出4个字：直播关闭。下一秒，手表光芒瞬间暗淡，同时全球数以10亿计的观众屏幕一黑。果神怎么把直播关了？好像知道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啊！你无视外界的喧嚣，缓缓撬开金属箱，箱中安放着几袋密封好的，分别是高产耐寒土豆、速生抗旱玉米、高蛋白大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更精良的军用急救包，一把多功能斧钳，以及一个巴掌大的太阳能充电板。见状，你眼神一亮，能稳定生产食物的种子价值远超任何武器。想到这，你迅速将东西收入背包，然后从背包里取出 M1911手枪和2个弹匣，将它们放进空空如也的金属箱中。做完这一切，你正准备重新开启直播，就在这时，身体猛地传来一阵强烈的，有很多人在靠近。随即你眼神一凝，瞬间闪身躲到一棵巨树后。很快，林中传来脚步声和交谈声。灯塔国的3名选手出现在空地上，并且他们中间还压着一个人，正是受伤的冷月。为首的灯塔国选手凯恩扫过一眼空投，随即冷笑着开口道：出来吧，龙国的朋友，我知道你在这。如果不想你的同伴出事，就乖乖把空投里的东西交出来。话音落下，你并没有动，而是在快速分析局势。3名敌人全副武装，手持复合弩和反曲弓，还有一个壮汉拿着开山斧。但我这边冷月已经失去战斗力，硬拼胜算不大。见无人回应，凯恩失去耐心，他向壮汉使出眼色。壮汉见状狞笑一声，随后将开山斧架在冷月的脖子上。看到这，你缓缓从树后走出来，举着双手，脸上带有一丝紧张。别伤害他，东西都在箱子里，你们可以拿走。凯恩听后满意的笑起来，这才对嘛！打开空投，让我看看你得到了什么宝贝。你一言慢慢走向金属箱，接着蹲在箱子前，假装费力的掰弄箱盖，但手早已伸进箱子。凯恩并未发觉，反而不耐烦的催促：速度快一点。你轻声回应：快好了。下一秒，你举着手枪猛然转身，然后迅速扣动扳机，林中顿时响起2声枪响。凯恩身后的2人则应声倒地。此刻凯恩满脸惊恐，他做梦也想不到你手里竟然有枪。凯恩下意识举起复合弩想要反击，但你的动作比他更快，扣下扳机，2枪射出，一枪打飞凯恩手中的复合弩，另一枪则射中他的肩膀。只见凯恩惨叫一声，随后连滚带爬地冲进密林深处。森林重归寂静，你收起手枪，走到冷月身边，掏出匕首割断绳索。冷月则靠着树干捂住流血的大腿，他看着你，眼中充满震惊与感激。而全球直播间已经乱成一锅粥，所有人都认为手枪是空投开出的奖。龙国上下一片狂欢，灯塔国则一片阴郁。此时冷月声音沙哑道：谢谢。你听后只是点点头，接着走到他身边蹲下，从背包里拿出军用急救包，打开。急救包中工具一应俱全。你拿起手术剪，慢慢剪开冷月伤口处的布料，并用左手稳稳按住他的大腿，随后右手握住剑杆，猛地一推再剑矢瞬间被拔出，但鲜血也立刻涌出来。冷月咬紧牙关，额头渗出冷汗，而你面不改色，迅速消毒创口，然后拿出针线开始缝合。你的每一步动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。冷月见状忍不住开口询问：你到底是谁？你头
头也不抬，专注于手上的工作。龙国选手小果，手表上有我的资料。冷月闻言没有再问，他能听出来你不愿意回答。很快，伤口缝合完毕，冷月郑重道：“这个人请我记下了。”你则收拾好急救包，站起身。你活着，龙国就多一份希望。我们现在只是龙国幸存者名单上的2个数字。说完，你迅速开始打扫战场，收获一件战术背心、一把复合弩和一整壶碳纤维箭矢。收好东西后，你朝冷月伸出手。他很快会带着更多人回来，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。冷月闻言，立刻握住你的手，借助你的力量站稳身形。我们去哪？找一个新的庇护所，集合所有龙国选手，一个能让他们安稳的新家。说完，你的目光投向远方的山脉路。此刻密林深处，凯恩正疯狂奔逃，肩膀的剧痛几乎让他昏厥，但他丝毫不敢停下脚步。凯恩脑中不断回放着刚才的场景，恐惧瞬间占据他的心头，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屈辱和愤怒。凯恩咬牙切齿道：“小果，我发誓会让你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”想到这，凯恩加快脚步，他要把这个情报带回去，然后集结灯塔国的力量将你撕碎。林间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过，你正搀扶着冷月向山林深处转移，周围的树木越来越密集，光线也愈发昏暗。你承担着冷月所有的负重，同时不断用大师级环境感知探查四周。很快天色渐渐暗下来，你停在一棵巨大古树下。今晚就在这里过夜吧。说完，你开始卸下身上的装备，首先将巨大的熊皮铺在地上隔绝湿气，接着从背包掏出各式各样的武器云具，最后是琳琅满目的物资。冷月看着这堆东西目瞪口呆，他自认为是龙国最强选手，然而在你面前仿佛只是在荒野过家家。眼下你将所有东西分门别类整理好，武器放在能最近的位置，其他物品则分别装入3个背包，做好随时能转移的准备。做完这一切，你拿起行军锅和2个水壶，并将打火石和一把匕首递给冷月。你在这里生活，保持体温，我去弄点水，顺便找点食物。你的伤口需要干净的水清洗，注意保持警戒。冷月闻言接过东西，点点头，而你转身消失在昏暗的树林。离开营地后，你并没有走远，而是借助大师级环境感知观察四周。很快，你在西方捕捉到微弱的水流声，于是立刻提着锅和水壶朝西方走去。大约10分钟后，一条清澈的小溪出现在眼前。你蹲下身捧起水，确认没有异物，然后才拿出水壶灌水。此时一阵嗡嗡声引起你的注意，你顺着声音源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蜂巢挂在树上。你顿时心中一动，蜂蜜可以提供很多糖分。想到这，你迅速环顾四周，目光锁定在几丛艾草和干燥的枯枝上，一个计划瞬间在脑中成型。你走到艾草旁摘下叶片，接着收集起许多枯枝，然后回到原地拿出打火石。只听咔嚓一声，火花精准落在枯枝上，刹那间火苗窜起。你一直等枯枝烧出红色炭火，才将艾草覆盖上去。片刻后，一股浓密的白烟滚滚升起，你迅速扯下几片宽大的树叶包住艾草，只留一个小小的出烟口。龙国演播厅内，陈野推了推眼镜，艾草烟熏法虽然很管用，但烟雾浓度和熏烤时间，甚至风向错影都没法成功制出啊！小果竟然用最简陋的材料完美复刻出这项技术。屏幕中，你已经手持烟熏火把靠近蜂巢，浓烟不断向上飘去，蜂巢内瞬间暴动，无数野蜂从巢中涌出，扎进浓烟里。它们像醉汉一样无力地落在地上。此刻你表情毫无变化，仍旧保持着固定的频率，耐心熏烤。5分钟后，蜂巢的嗡鸣声彻底平息，而金黄的蜂巢暴露在空气中。你见状，立刻抽出匕首，接着精准切下一大块蜂皮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行军锅。此时，一行冰冷的文字在你眼前浮现：检测到选手小果获得稀有资源野生，触发万倍数量返还，奖励正在发放。提示一闪而过，你并没有分心，而是带好所有东西转身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你突然浑身绷紧，一股杀意从不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，一双眼睛正透过枝叶死死锁定着你的后心。你缓缓放下手中的水壶和锅，动作轻得没有一丝声响。与此同时，龙国无数区域内，一个个巨大的野生蜂巢凭空出现。最高行动组指挥中心内，通话声此起彼伏，全国范围内共计出现1万个野生蜂巢。消息传出后，龙国沸腾，而演播厅内陈野却死死盯着屏。小果这个姿势不对劲啊，他好像遇到东西了。此时你肌肉紧绷，望向那片灌木，只见一头成年灰狼窜出，他伏低着身子，不断抽动鼻头。你见状，伸手缓慢移向腰间的手枪，就在指尖即将触碰到枪柄的刹那，灰狼昂起脖子，发出了一声长啸，伴随着狼啸，你的心瞬间沉到谷底。你知道这头灰狼是在呼喊同伴。想到这，你迅速掏出手枪，只听夜色中一声枪响回荡，下一秒，灰狼的大脑被子弹贯穿，他庞大的身躯重重摔倒在地。
地，然而还是太迟。此刻远方不断响起狼嚎声，声音由远及近，越来越密集。你看着眼前的灰狼尸体，一阵惋惜，随后咬牙一把抓起行军锅和水壶，接着头也不回地往营地方向狂奔。眼下时间就是生命，你必须在狼群合围前带上冷月突围。另一边，冷月已经听到枪声与狼嚎，他猛地从篝火旁站起，右手握紧长矛。尽管大腿上的剑伤仍在刺痛，但冷月依旧进入战斗状态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被狼群围猎的后果。冷月脸上闪过一丝决绝，如果不能逃脱，我也绝对不能成为小果的累赘。说罢，他第一时间将物资塞进背包，随后掏出匕首严阵以待。此时急促的脚步声从林中传来，冷月瞬间摆好战斗姿态，怎料片刻后，你的身影冲出树林，至少7匹狼正朝我们这里靠拢，必须立刻转移。冷月闻言立刻点头道：溪流，我们可以利用流水掩盖气味和踪迹。说罢，你迅速踩灭篝火，然后和冷月一前一后离开营地。两人在黑暗中快速穿行，你在前方用砍刀劈开挡路的荆棘，冷月则忍着剧痛跟在身后。不多时，四面八方传来狼群低吼声，头狼发出尖锐的嚎叫，紧接着整个狼群朝你们追来。你能感觉到身后的杀气越来越近，好在前方水流声越来越清晰，月色下已经能看到前方闪烁的水光。可这时，一头灰狼如鬼魅般从侧面窜出，直扑后方的冷月。然而冷月早已察觉，他猛地挥出砍刀，但终究敌不过迅猛的灰狼。就在狼吻即将咬上他肩膀的瞬间，你猛地转身开枪，子弹精准击中灰狼的背部，他只是倒在地上发出哀嚎，并未立刻鼠去，你们的位置也因此暴露。此刻狼群从四面八方汇聚，林中无数双绿油油的眼睛亮起。你见状一把抓住冷月的手臂，怒吼道：跳！话音落下，两人纵身一跃，跳进冰冷的溪水，溪水裹挟着你们向下游飘去。而岸边成群的灰狼驻足在原地，他们没有贸然下水，只是死死地盯着你们，发出不甘的咆哮。就在你以为要脱离危险的时候，狼群在黑狼带领下突然朝着河流两旁跑去。你见状暗叫不好，这些畜生准备上岸对面截我们。而此时冷月脸色极其难看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。你立马意识到不对劲，眉头一皱，急忙问道：你怎么了？冷月声音嘶哑，眼皮沉重开合：剑伤可能感染了。你闻言心头一沉，这种环境下剑伤感染几乎等同于死刑。眼下他在急流中艰难前行，你只能用一只手臂搂住他，防止被水流冲走。而岸边狼群已经分成两队，沿着河岸狂奔，他们试图在下游将你们截住。演播厅里主持人沈雪的指甲几乎要嵌进手心，陈野则脸色铁青地盯着屏幕。剑伤感染引发的高烧，如果没有抗生素，在荒野环境下死亡率超过80%。小果现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。急流中冷月决绝道：是我拖累你了，别管我，赶快去下游甩开他们。但你只是紧咬牙关回答道：先别说话，也别睡觉，如果生命受到威胁，我会放弃你，但绝不是现在。下一秒，岸边传来狼嚎，狼群们仍在不断追赶，冷月的身体却越来越虚弱，你只能调整姿势，将他横抱在怀中继续前进。溪水冰冷刺骨，但冷月的体温却如火炭般灼热，你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命正在流逝。更糟糕的是，狼群已经绕到下游。见状，你心中发狠，猛地向河岸，必须尽快找到上岸的机会，否则我们早晚是鼠路一条。好在借助月光，你看到一处较为平缓的浅滩，随即拼尽全力朝那游去。此时冷月已经完全失去意识，只有微弱的呼吸证明他还活。很快，你游到浅滩边，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冷月抱上岸。然而还没等你喘口气，远处就传来阵阵狼群的脚步声。听到这，你立即抱起昏迷的冷月，在月光下疯狂寻找藏身之所。不多时，一个漆黑的洞口出现在前方山壁上，你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于是抱着冷月迅速冲向洞口。好在洞穴比想象中要宽敞，这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石洞，深度约有10几米，但地面上有明显被清理过的平整区域，洞壁上还有一些人工凿出的小洞，像是用来放置物品。最关键的是，空气中残留着淡淡的烟火气息，你顿时心头一跳，这里明显有人居住过。可冷月的伤势必须立即处理。想到这儿，你将冷月轻放地上，接着翻出急救包，然而里面只有一些基础的医疗用品。对这种程度的感染来说，杯水车薪。偏偏这时洞外还传来狼群的嚎叫声，你下意识屏住呼吸，接着举起手枪护在冷月身前。月光从洞口斜射进来，你清楚地看到洞口处几个黑影在游移。很快，一头灰狼小心翼翼地靠近洞口，它的鼻头在空气中不断抽动，捕捉着任何可疑的气味。突然，冷月因身体痉挛发出微弱的声响，下一秒，灰狼瞬间竖起耳。就在他即将探头进洞的瞬间，远处传来头狼的召唤声。灰狼听后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转身离开。你见状，长长的松出一口气。不久后，狼群的脚步声彻底远去，你这才敢点燃打火石查看洞穴情。只见洞穴深处有一个用石头垒成的简易灶台，旁边还堆放着一些干柴。洞壁的小坑里还放着一个破旧的铁皮罐头盒，你打开后发现里面残留着一些草药碎屑。这时冷月又发出痛苦的呻吟，你听后立马转身查看他的情况。冷月眼皮艰难的颤抖，
我好冷。你明白这是高烧引起的体温调节失常，于是迅速取下熊皮盖在冷月身上，接着转身开始生火，借助洞穴里的干柴，你很快就点燃起一团篝火。不多时，热浪驱散掉洞穴阴冷的湿气，你开始处理冷月的伤口，他的伤口周围已经严重红肿，还有黄绿色的脓液渗出。你先用水对伤口进行简单清洗，再用湿布给冷月做物理降温。做完这一切，你将锅架在火堆上，并拿出熊肉煮起热汤。此刻湿透的衣服在热浪中慢慢蒸干，你感受着久违的暖意包裹全身，紧绷的肌肉和神经得以舒缓。等待肉汤煮熟的期间，你用匕首将一些熊肉切成片状，随后将肉片用木棍串起架在火堆上方，接着从背包中取出蜂蜜淋在肉片上。很快肉香与蜜糖香遍布满洞穴，而冷月安静地躺在熊皮上，高烧已经褪去，呼吸也变得平稳。看到这，你心中涌起一阵轻松，总算是挺过来了。你用匕首尖切下一小块烤肉，吹凉一些后放入口中，蜂蜜的肉汁瞬间在舌尖爆开。你一边咀嚼一边盘算着，明天应该就能签到了吧？按照系统的规律，明天应该能获得新的奖励，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。你在温暖的洞穴里享受着片刻安宁，殊不知一场席卷龙国的风暴正在酝酿。此刻无数双眼睛盯着直播中不断跳动的树，距离通讯开启还有5小时12分。灯塔国作战指挥中心里，数名高官正商讨着对策。通讯开启后，通知所有选手，无论在什么位置，立即向中部山区集结，见到任何龙国人格杀勿论。另外，倭国和棒子国一定也恨透了龙国，我们可以结成同盟。与此同时，龙国魔都会议室内灯火通明，10几个国家高层围坐在会议桌旁。国防部长陈升开口，通讯开启后，各国可能会联合起来针对我。现在小果和冷月在中部山区，王鑫在东部平原发现了铁矿，而其他选手距离较远短，时间内很难集结。会议室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片刻后，国防部长严肃道，通讯开启后，向所有选手传达，警惕其他国家的选手，并尽可能向小果同志靠拢，集结起来。如果遇到袭击，不要心慈手软。清晨第一缕阳光射入洞口，一夜未眠的你站起身，看着冷月仍在休息，你决定去洞外探索一番。此刻洞外狼群早已不见踪影，然而不远处地面上却留下一片暗沉的血迹。你见状，循着血迹望去，只见一个撕坏的背包掉在地上，你顿时反应过来，看来昨天有倒霉蛋替我们吸引走狼群的注意了。想到这，你立马上前拨开背包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，一把制式匕首，一个军用指南针，以及一个医疗包。你满意的收起3样物资。就在这时，指尖触碰到医疗包内一个坚硬的边角，于是你打开医疗包，只见一枚锡箔纸独立包装的药片躺在包底。见状，你的瞳孔微微一缩。阿莫西林，这倒霉蛋竟然有这种东西！你迅速将药片收好，返回山洞。此时洞内冷月已经苏醒，他靠着石壁，脸色依旧苍白，但眼神已经恢复了清明。不多时，你走进洞穴。你醒了，把这个吃了，等我再给你烤肉。随后将抗生素递过去。冷月接过胶囊后能愣，这是抗生素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闻言，你将过程复述一遍，然后开始重新生活。冷月自然知道在野外抗生素的珍贵程度，他深深看着你，没再多问，随后将药片干脆地吞下。突然一阵不合时宜的声响从他腹中传来，冷月脸色依旧平静淡定。我背包里还有点肉干，拿出来吃了吧。那是他之前猎杀野兔做成的肉干，之前一直没舍得吃，怎料你嘴角扬笑道，让你吃点好的吧。说完，你从背包中取出厚厚的熊肉片，接着熟练地串在木棍上，再掏出一大块蜂蜜，均匀涂抹在肉片表面。下一秒，肉香飘满整个洞穴。看到这，冷月彻底呆住。你竟然还有熊肉和蜂蜜？你则头也不回，语气轻松道，前几天顺路打了只熊，又顺便掏了个蜜蜂窝。就在这时，两人的手表同时发出轻微震动，一条信息量巨大的消息发来，正是龙国对选手的传令。冷月看完后，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，他猛地攥紧拳头。看来我们成靶子了，那就看看究竟谁才是猎物。此刻，你将烤好的肉递给冷月，眼里闪过一丝寒芒。先吃东西恢复体力，我们要在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打造庇护所，迎接我们的同胞和敌人。冷月闻言点点头，接过烤肉。就在你思考后续计划时，系统声突然响起，宿主已在荒野连续生存7日，符合签到条件，是否立即签到？下一秒，你猛地站起身，我先去外面看看，熟悉一下地形，为建造庇护所做准备。冷月只是简单点点的，便继续吃起烤熊肉。你见状，迅速走出山洞，然后找到一个隐蔽的树丛，确认四周无人后，你关闭直播，接着立刻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神级奖励大师级锻造。话音落下，一股庞杂的信息洪流涌入你脑海，从最原始的石器打制到青铜冶炼，再到百炼成钢的锻打技术，无数古代工匠技巧与现代工业知识完美融合。你的脑中顿时浮现出无数图纸，有锋利无比的唐刀，海域坚不可摧的重甲，甚至可以发射弩箭的半自动床弩。在没有热武器的现在，这种东西的杀伤力可想而知。想到这，你缓缓睁开眼。喜欢联合围剿是吗？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钢铁红。片刻后，你回到山洞，冷月正用匕首细心地打磨着剑杆。看到你走进来，他坚定地开口：我们必须尽快离
离开这里去打造庇护所。现在敌人正在集结，我们每耽搁1分钟，危险就增加1分。你看着他那不容置疑的眼神，点点头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说罢，你们不再多言，迅速开始收拾行囊。你将剩余的物资重新打包，冷月则将自己的装备检查一遍。不多时，走出洞外，你们看着指南针向北边走去。路上，冷月一边观察地形，一边说出自己的专业建议。庇护所的位置必须易守难攻，最好有天然屏障和稳定的水源，并且要有足够的隐蔽性。而你只是将目光扫过连绵的山脉步道，还要有矿，铁矿或者铜矿，越多越好。冷月闻言只是深深地看着你。这段时间他已经完全认可你的，因此他十分信任你的决定。与此同时，在广袤荒野的各个角落，所有龙国选手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。他们当中有的浑身是伤，有的饿到骨瘦嶙峋，但每个人都毅然决然地坚持。龙国直播间飘着不间断的弹幕，那是所有龙国人在为他们加油鼓。然而危险同样在集结，一片开阔的河谷地带上篝火燃烧，7、8个异国选手聚集在一起，他们装备精良，神情倨傲。从你枪下逃生的凯恩也站在其中，他看着远处冷笑道：龙国不乏一些贪生怕死之徒，只要用点计谋，那个被我们抓捕的龙国人就会乖乖去当内奸，而我们就在这里扎营，等着你的同伴到来。此时山林间，你忽然停下脚步，冷月见状立刻警惕地握住弓。怎么了？你没有回答，只是缓缓闭上眼。拜大师级锻造所赐，你对地壳下各种金属矿物的分布出现一丝感知，大地仿佛变成装有铜和铁的巨大堡。片刻后，你睁开眼，目光锁定在东南方向一座险峻的山峰上。只见山腰处云雾缭绕，一条巨大的瀑布从天而降，砸入深潭。山体裸露的岩石在阳光下泛着暗红色。你平静地开口道：找到了。话音落下，冷月顺着你的目光望去，那里会不会太显眼？然而你嘴角微微上扬，显眼方便我们的同胞找到。那里不仅有喝不完的水，周围的森林也能获取近乎无尽的燃料。最重要的是，那有一座无比巨大的赤铁矿脉。听到这，冷月的双眸浮现出震惊，不仅是因为赤铁矿的重要性，更是因为没料到你相隔数里都能发现铁矿。但他没有过多追问，只是坚定地给予你回复。走。直播间内弹幕淹没整个屏幕，皆是对你发现赤铁矿脉的震撼与激动。演播厅内，陈也满脸通红地笑道：那山峰和瀑布能提供无限水源和天然屏障，并且这片面积建立的庇护所足以容纳上千人，甚至还能开垦农田。画面内你们已经来到山峰下，水雾扑面而来，带着沁人心脾的凉。这是一片天然的环形山谷，左侧有高达100米悬挂瀑布的陡峭绝壁，右侧平地则有着肥沃的黑色土壤，上面长满各种灌木和野草，而平地的尽头是连绵不绝的原始森林。看到这，冷月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。这里是绝佳的庇护所地点，并且只有我们这一个入口。说着，冷月走到裸露的山壁前，伸出手触摸那些泛着暗红色光泽的岩石，岩石质地坚硬，入手冰凉。冷月见状，用匕首用力刮擦，下一秒铁锈颜色的石粉落下，竟真是赤铁矿。冷月回头看向你，眼神复杂，而你略显疲惫地开口：这里应该就是我们龙国的家了。说完，你将沉重的背包放下，然后躺在野草地上长出一口气。连日的奔波和战斗早已令你身心俱疲，加之最近你没有睡过一次好觉。冷月见状严肃道：好好睡一觉吧，有我在旁边。然后开始在周围检视树枝，而你小憩一会儿后也加入进来。全球直播间内乱作一锅粥，龙国观众欣喜若狂，仿佛已经看到强大的庇护所拔地而起。其他国家观众则纷纷出言嘲讽，认为此处是龙国选手的埋骨。画面中，距离山谷数十公里外的一处山脊上，2个身影正用望远镜遥遥观察着，他们是瑞国选手里奥与汉斯。此时里奥满脸不可思议道：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瀑布，我们要过去看看吗？汉斯闻言却摇摇头：现在他们几个国家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，我们的方针是保全自身活到最后，还是静观其变吧，先去找我们的队友。说罢，2人悄无声息地收起望远镜，接着迅速消失在密林之中。瀑布山谷内，你走向瀑布下碧绿如玉的深潭。锻造与淬火离不开水，平常生活饮用更离不开水，因此你必须确认这些水安全性。想到这，你沿着深潭边缘行，深潭整体清澈见底，甚至有几条小鱼在水中快活地穿梭。然而你的眉头却微微皱起，太安静了，这么大的水潭竟然没有大型水生动物的痕迹。你将目光投向深潭深不见底中央，那里的水呈现出幽暗的墨绿色，并且从中渗透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危险气息。你伸出手指轻轻触碰潭水，突然一股强烈的恶寒窜遍全身，你瞬间收回手，猛地后退几步。潭底有东西，而且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巨型生物。你内心快速分析着感知到的信息，这个生物对庇护所是巨大的潜在威胁，但同时也是一堆顶级的资源，它的皮肉甚至骨骼都可能有巨大的价值，触发万倍返还将是无比巨大的收获，因此必须除掉它。
想到这，你转身快步来到冷月身边。水潭里有大家伙，比我之前遇到的那头熊只强不弱。冷月闻言瞳孔一缩，我们必须处理掉它，否则这里永远不安全。听到这，你点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炽热的战意。水里弓箭的威力会大打折扣，所以我们需要更特殊的工具。给我半天时间。说完，你拿起工兵铲，大步走向矿区。冷月则看着你的背影，没有说话。他知道你能创造出奇迹，于是默默回到营地，继续自己的工作。冷月要搭建一个稳固的临时据点，并在周围布置好预警陷阱，保证你们夜晚入睡有绝对安全。不多时，你来到山壁前，挥舞起工兵铲，很快矿石应声而裂，露出金属质感的断面。下一秒，鉴定结果出现，杂质较少的赤铁矿可作为极佳的炼铁原料。你看到这，顿时心中一喜，竟然还是高品质的铁矿，但打造长鱼叉还差点材料。想到这，你开始在山壁附近搜寻。不久后，你来到一处黑色岩石前，这片岩石正是顶级武器材料黑曜石。你选中一块人头大小的黑曜石，接着找来坚硬的河卵石当做锤。刹那间，无数打制石器的画面浮现出来。你左手托着黑曜石，右手握住石锤，每一下敲击都精准无比。你的动作充满节奏与力量，伴随着沉闷的敲击声，一个拥有致命穿透力的矛头正缓缓诞生。另一边，冷月已经在营地外布下一圈陷阱，分别是藤蔓绊索和木刺陷阱。此刻，他正蹲在一棵视野极佳的大树上，用枝叶搭建这隐蔽的瞭望台。而潭水深处巨大的阴影，一双冰冷的眼睛缓缓睁开。时间在专注的劳作中飞速流逝。当夕阳余晖将山谷染成一片金黄时，你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而眼前静静躺着3只崭新的重型头矛。头矛采用笔直坚韧的白蜡木杆做矛身，以及锋利无比的黑曜石做矛头，并且矛头后方牢牢系着一根坚韧的绳索，确保投掷后可以完好的回收。眼下你头也不回地喊道：“冷月，把熊肉拿过来。”正在布置陷阱的冷月闻声走了。荒野中气温变化异常，有些熊肉已经开始变质，正好可以当做诱饵。而当冷月看到那3只头矛时，呼吸不由一滞，只是一眼他便能感受到这头矛的杀伤力。突然，你的声音打断冷月的思绪：“把熊肉扔潭里1块，剩余的扔在岸边浅水区，咱们来个守株待兔。”话音落下，冷月回过神，按照你说的将熊肉扔出去。血腥的熊肉沉入水中，一圈圈涟漪荡漾开来。你们则一言不发，各自持着一只头矛，站在潭边外几米静静等待着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山谷里只剩下瀑布轰鸣的水声。冷月握着头矛的手心已经微微出汗。就在这时，潭心水域泛起急促的涟漪，紧接着一连串细密的气泡从水下冒出，熊肉被猛地一拽，瞬间消失在水面。下一秒，一个庞大的阴影从深潭中猛然升起，一头体型远超认知的巨鳄破出水面。你和冷月见状瞪大双眼，只见巨鳄张开血盆大口，露出密密麻麻的利齿，它的双眼锁定在你和冷月身上。看到这，你发出一声低喝，动手。接着手臂肌肉瞬间暴起，刹那间头矛化作黑色闪电，直奔巨鳄的脖颈。然而只在巨鳄鳞甲上留下一道白痕便被。就在你惊讶之余，冷月也已经扔出头矛，他瞄准的是相对柔软的腹部与前肢连接处。鱼叉虽成功刺入寸许，但也被坚韧的肌肉卡。此刻剧痛彻底激怒巨鳄，他猛地一甩，带动冷月手中的绳索，顿时一股巨力传来，冷月猝不及防下被扯走，险些掉入水中。就在这时，巨鳄张开血盆大口朝冷月扑去，好在冷月身形矫健，迅速拉开距离。巨鳄扑空后不甘地甩甩头，而你趁他分神之际掏出手枪射击，子弹精准命中巨鳄的左眼，顿时血浆与浑浊的液体爆开。巨鳄发出咆哮，在岸边不断翻滚。你见状，用尽全力将头矛高举，狠狠扎下。头矛从巨鳄眼眶中刺入，贯穿他的大脑，但你没有立刻松手，而是将矛杆狠狠一旋。下一秒，巨鳄发出惨烈的哀嚎，同时身躯猛地一僵，陷入疯狂。他甩动起巨疤，在岸边不停抽打，一时间泥土与碎石被掀飞至半空，坚硬的河岸被砸出一个个恐怖的凹坑，连冷月也被这股力量吓得慌忙后退。此刻你正半跪在10米开外，刚才那一击几乎抽空你全身的力气，但巨鳄仍在抽打着地面。你迅速握紧手枪，警惕地观察，直到足足过去2分多钟，巨鳄鱼的动作幅度才逐渐变小，那双树瞳中的凶光也慢慢暗淡下去。这头盘踞深潭的掠食者最终彻底失去声息。突然系统声响起，全球通告龙国选手小果预约成功猎杀湾鳄，触发万倍数量返还，1万头湾鳄已随机投放至龙国境内水域。不久后，龙国军方迅速出动。湾鳄的恐怖大家都见识过，不妥善处理会引发许多麻烦。山谷内，你与冷月相视一笑，眼中都充满劫后余生的疲惫和惊喜。你长舒一口气，冷月则强撑着从地上爬起来。我们怎么把它弄回去？你闻言看着眼前的鳄尸体也犯难，这玩意少说也有1吨重，就地处理吧。
说完，你绕着湾鳄尸体转了一圈，工兵铲敲在湾鳄鳞甲上发出闷响。你摇摇头，将工兵铲递给冷。我去营地把工具拿过来，这身皮是好东西，不能浪费。冷月听后点点头。很快，你去而复返，和冷月开始对这头巨兽进行解剖。湾鳄的皮甲坚韧无比，你用上砍刀和匕首也只能一点点的切割玻璃。冷月则在一旁帮忙将剥开的皮肉拉住。阳光下，两个身影蹲在巨大的鳄尸前忙碌着。不久后，湾鳄皮被剥下，你们开始处理鳄鱼尾。你边处理边进行讲解。鳄鱼身上最好吃的就是尾巴里这块月亮肉，肉质细嫩，没有腥味，堪比顶级牛排。冷月听着已经开始幻想吃下这块肉时的美妙。尾巴处理完便是4条大腿精肉，你们花费近2个半小时才将湾鳄解剖完毕。至于剩下的骨架和内脏也没浪费，你将它们就地掩埋充当肥料，计划种下空投箱里找到的农作物种。不多时，你们拖着沉重的湾鳄皮肉回到临时营地。你将鳄鱼肉放下后开始起火，片刻后篝火升起，驱散掉寒意，也带来安全感。你削尖树枝，穿上一大块鳄鱼腿肉，接着将肉架在火上翻烤，油脂在高温下滋滋作响，滴在火焰中激起一簇簇火，浓郁的肉香瞬间弥漫开来。等待间隙，你拿来铁锅架在火堆旁，丢进去几块鳄鱼肉后加入溪水。冷月坐在一旁看着你忙碌的身影，嘴角不自觉浮现出一抹笑意。很快在火焰炙烤下，烤肉渐渐变成诱人的金黄色。你撕下一大块递给冷月，同时自己也拿起一块嚼起来。快吃吧，补充好体力。吃完我们整理一下物资，晚上好好休息，明天有很多事要做。冷月闻言立马接过，随后边大块朵颐起来。鳄鱼肉质紧实弹牙，却又无比细嫩，带着一种独特的清甜。冷月顿时眼睛一亮，由衷的赞叹道：这鳄鱼肉真是太美味了。不久后，鳄鱼浓汤也熬煮完毕，你和冷月迅速分食。浓汤入喉，一股暖流从胃里升起，刹那间便驱散掉身体的疲惫和寒冷。此时，几十公里外的一片密林中，一个浑身肌肉的男人正艰难地穿行。他正是前来集结的前海军陆战队员王猛。连续几天的赶路令他疲惫不堪，连水和食物也即将消耗殆尽。就在这时，前方林间透出一丝火光。王猛见状，精神一振：是小果他们吗？想到这儿，他压低身形，悄无声息地朝着火光走去。然而靠近后，王猛的心沉到谷底。眼前火光下10几个身影围坐在一起，正是凯恩和倭国宫本武藏等。而他们中间一个年轻人被反绑在树上，年轻人浑身是伤，奄奄一息。看到这，王猛摇摇头，随即准备悄悄撤退。然而凯恩的声音突然响起：是谁在那里？话音落下，众人纷纷望向王猛藏身处。此刻王猛的心脏瞬间停跳半拍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他将舌尖抵住上颚，一声惟妙惟肖的夜宵啼叫响起。众人听后顿时放松警惕，但凯恩仍眉头紧皱。宫本武藏见状开口道：过度警惕就是胆怯的体现，凯恩君还是放松一点吧，毕竟我们有这么多人。宫本的轻视让凯恩放下疑心，王猛这才成功逃脱。黑暗中，王猛不断辨认方向，最终朝着信息中提到的布山脉狂奔。他眼神无比坚定：小果、冷月，你们一定要等着我。此时瀑布山谷内篝火噼啪作响，你和冷月正在清点物资。眼前一张巨大的湾鳄皮平铺在地上，墨绿色的鳞甲坚硬如铁。冷月用手抚摸着鳄鱼皮，眼神炽热。如果能做成护甲，足以抵挡大部分冷兵器的劈砍，甚至能对小口径的弓弩起到一定防御作用。你闻言点点头，有更重要的事得先去做。随后郑重捧出一个小布袋，布袋打开后3包种子露出来。冷月见状失声惊呼：你连这个都有？你则笑着回道：我们今晚给家先简单升级一下，明天把种子种下。说罢，你和冷月迅速动身。你将一张保温毯铺在棚顶上，然后挥动工兵铲挖起泥土。10几分钟后，一个平整的浅坑成型。你将收集的干草和树叶铺满坑底，最后和冷月一起将那张巨大的熊皮铺上去。至此，一个全新的庇护所出现在眼前。从外面看，它只是个毫不起眼的草，但内部却别有洞天。两人钻进庇护所后，外面的寒意瞬间被隔绝。熊皮的温暖与柔软令冷月忍不住兴奋道：好舒服啊！你则满意的点点头，并顺手往火堆里添上木柴。我守上半夜，你先睡。冷月闻言没有推辞，接着靠在温暖的墙壁上沉沉睡去。然而不久便有新的麻烦找上门，几只黑色的蚊子如鬼魅般盘旋在周围。你皱着眉抬手不断扇风，足足半个小时才将庇护所内的蚊子赶走一部分。明天得去找找能防蚊虫的东西了。庇护所外水声不断，你脑中却盘算着那座巨大的铁矿，无数的锻造图纸与制造方案在心中成型。光靠2个人还是太慢，希望能赶紧再来几根包。后半夜，冷月准时醒来守夜，你则靠着墙壁很快进入睡眠。清晨阳光刺入庇护所，你缓缓睁开眼。此时冷月已经将火堆重新点燃，并用铁锅煮着热水，一旁几块熏烤鳄鱼肉正在加热。冷月见你醒后，递来一个装满水的竹筒。你醒了。你见状接过竹筒喝下，
随后撕下一条鳄鱼肉吃起来。今天我们把这附近探查一遍，摸清地形，看看还有什么能用的资源。另外要找出所有可能的进出路线，布置上一些预警陷阱。冷月闻言干脆的点点头，布置陷阱和警戒正是他的专业领域。吃过早饭后，你们熄灭篝火，接着带上武器和工具开始区域探索。你们沿着溪流向上游走去，走着走着，你突然停下脚步，抬起头用鼻子嗅着，前面空气里有一股很淡的甜香味。冷月听后也嗅嗅鼻子，我怎么什么都闻不到？你并未解释，只是微微一笑，然后带着冷月向山壁走去。你们拨开茂密的蕨类植物，并绕过一块巨大的岩石。下一秒，冷月被眼前的景象惊呆，只见一片崖壁上爬满粗壮的藤蔓，而藤蔓上挂着一颗颗褐色果实。冷月惊喜地叫出声，竟然有野生猕猴桃！你则摘下一颗捏在手中，还没熟透，不过可以摘一些带回去放熟。就在这时，冰冷的机械音响起，中国选手小果发现可食用资源野生猕猴桃，触发万倍数量返还1万株野生猕猴桃藤已随机的放映。紧接着，龙国直播间瞬间炸开锅。龙国境内许多山区凭空出现大片野生猕猴桃藤，当地的林业部门和居民惊喜交加。山谷内，你和冷月采下满满一袋猕猴桃，然后继续探索。很快，你在西边的一片湿地上又有新发现。只见地上成片的荠菜与蕨菜摇曳着，你见状招呼冷月一起将野菜收下。片刻后，原路返回时，你再次顿住，一丝辛辣与清香的芬芳传来，你顿时眼神发光，将目光锁定在山谷另一侧的向阳坡上。去那边看看。说罢，你们穿过稀疏的林地，来到山坡前，眼前出现一片半人多高的奇特植物，它们拥有宽大的叶片，顶端还开着一簇簇喇叭状的粉色花朵。你走到一株植物前，摘下叶片闻着，一股熟悉的味道瞬间涌入鼻腔。还真是野生烟草，它的价值超乎想象。晒干的烟叶泡水可以当作纯天然杀虫剂，用来保护农作物，而经过特殊处理后，可以作为外用麻醉和止痛剂，当然还能做成华子提供精神慰藉。想到这，小果采摘下10几片品质绝佳的烟叶，嘴角止不住的弯起来。冷月看着你的样子，摇头笑了笑。不久后，你们满载而归，回到营地。冷月将猕猴桃放在角落等待催熟，然后用潭水把荠菜和蕨菜洗净加餐。你则坐在一旁，将烟叶用细藤蔓蒸起，接着挂在火堆旁烘干。翠绿的叶片在热力下缓缓卷曲，颜色也逐渐加深，顿时一股辛辣而独特的香气弥漫开来。你紧绷许久的神经都得到一丝舒缓。此时，你的目光投向山壁上的赤铁矿层。午饭和营地警戒交给你，我要做一个炉子。说完，你拿起工兵铲，眼神里燃烧着一股炽热的光芒。冷月闻言用力点点头，交给我吧。话音落下，你大步走向外面的空地。演播厅内，陈野表情凝重，炼铁的难度超乎想象啊！光是建造合格的炉子就足以难倒绝大部分。屏幕中，你用工兵铲在溪边挖出黄色粘土，然后运到一块平坦的岩石上，接着从潭边捧来一些粗沙，按照特定的比例与粘土混合，并反复揉捏与捶打。片刻后，你从地上抓起一把枯黄野草，用刀切碎，均匀地揉进泥土，随后全身心沉浸在制作中。你将混合好的泥料一坨坨堆砌起来，凭借着脑中的蓝图将泥料夯实塑形。慢慢的，一个中空圆柱体在眼前缓缓成型。你将炉壁厚度精准控制在10厘米，内径则大约有30厘米，既保证炉内空间足够，又能确保炉壁坚固。此时，冷月已经在营地周围布置好预警陷阱，他提上弓箭，悄无声息潜入山谷深处的密林中，计划通过狩猎来保持战斗状态，同时储备下更多的食物。林间光影斑驳，冷月如同幽灵般在树影间穿梭。突然，他猛地停下脚步，一动不动。一头梅花鹿出现在前方空地上，它正在低头啃食着青草，对危险毫无察觉。冷月见状，缓缓举起长弓，羽箭化作一道蜀王流光射向梅花鹿，精准贯穿它的头颅。梅花鹿轰然倒地，不断抽搐，片刻便再无声息。西边，你用木棍在炉底侧面戳出通风口，至此一个土炉彻底完工。你看着自己的杰作，脸上满是笑容，这将是你工业革命的第一块基石。另一边，瀑布如龙自山崖奔腾而下，龙国明星林奕涵正扶着一棵古树大口喘息，他的催唇干裂，掀起好几层白皮，就连身上的衣服也被划得破烂不堪。此刻，林奕涵看着瀑布，欣喜道：“小果他们就是在这里吗？”但他不敢贸然靠近那片瀑布，只因在这片荒野上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不论是其他国家选手的马，还是一只凶猛的野兽，都可能将他置于蜀地。山谷冷月拖着梅花鹿从密林中缓缓走出，你看到后心中赞赏道：“仅凭自己就能猎杀这么大的梅花鹿，不愧是特种作战队长。”冷月则将梅花鹿拖到潭边下游，准备解剖。你走上前开口道：“干得漂亮，鹿皮留着有大用。”冷月闻言点点头，脸上浮现出一丝柔和。随后，冷月拿出匕首，开始给梅花鹿剥皮。他的动作干净利落，毫不拖沓。而你扛起工兵铲和麻布袋，走向赤铁矿层。工兵铲尖端与矿层碰撞，一大块暗红色的石头应声滚落。下一秒，冰冷的机械音响起。龙国选手小果发现战略资源赤铁矿，触发万倍返还1万座储量巨大的赤铁矿脉，已投放至龙国西北地区。龙国官方直播间内瞬间陷入长达数秒的死。接着，弹幕如
如同火山彻底发。龙国最高指挥中心内气氛凝重，老将军泪光闪烁。天佑我龙国啊！甚至灯塔国高层都以低姿态试图交易体。全球无数会议召开，他们不得不慌，因为赤铁矿脉足以让龙国工业完成质的飞跃。荒野山谷中，你捡起赤铁矿石掂在手，随后迅速回到营地。你指着一旁的硬木堆向冷月开口：“冷月，帮我烧炭，把硬木堆起来，用湿泥糊上，留几个通气孔，点燃后焖烧。”冷月闻言立马放下手里的，然后开始建造烧炭的土。你则将赤铁矿倒在平整的石板上，用坚硬的石头当做锤子奋力敲击。不多时，赤铁矿被敲成拳头大小的碎块。接下来，你取出一些黄色粘土，用手捏出一个个箭头模具，随后将模具放在火堆旁烘烤定型。天色渐暗，木炭窑里飘出缕缕青烟。冷月将处理好的鹿肉挂在木架上熏烤。你看着土炉，眼中闪烁起光芒。明天那里将燃起荒野上第一捧工业之火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林奕涵正蜷缩在一棵大树的根部。他看到火光后，心脏瞬间提到嗓子眼儿。是敌人还是同胞？他不敢上前，只能静静地盯着火光，但身上传来的寒意令他恐惧。求生的本能压倒一切。林奕涵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站起来，然后朝着火光一步步走去。山谷营地内，篝火烧得正旺，一块硕大的鹿腿肉在火堆上烤得滋滋作响，而篝火上方矗立着简易的三角熏烤架，上面摆放着一条条切过的鹿肉，浓郁的肉香混合着盐味在空气中弥漫。你撕下外焦里嫩的鹿肉送进口，接着从铁锅内夹起煮熟的蕨菜吃下。鹿肉肉质紧实，汁水丰盈，蕨菜则清爽可口，你不由得发出一阵满足的感叹，真舒坦啊！冷月也在一旁大快朵颐，忽然猛地抬头望向营地外围，有人。冷月闻言迅速拿起头矛，你则抄起长弓，搭上羽箭，箭头对准营地外围的黑暗中。给你3秒钟自己走出来，否则就永远留在那。话音落下，林奕涵颤抖着从黑暗中走。我是龙国选手，别放箭。林奕涵高举着双手，示意自己没有任何威胁，身体则因虚弱和恐惧而剧烈颤抖。你见状，冲冷月使出一个眼神，冷月心领神会，举着头矛缓步上前。他走到林奕涵身边，快速检查一遍，确认没有任何隐藏的武器后，冷冷开口：“姓名和编号。”林奕涵，龙国58号。林奕涵边回答边点亮手表，屏幕上显示的编号和姓名与他所说一致。冷月这才收起头矛，对你点点头。你见状也缓缓放下弓箭。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林奕涵刚想开口，目光却不自觉锁定烤肉腿上，他的肚子发出咕咕声。此刻冷月没有多言，转身用阔叶包起一块烤肉递过。先吃吧。林奕涵闻言，眼泪瞬间决堤，他颤抖着接过烤肉，狼吞虎咽间，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。你看着林奕涵摇摇头，日后人多起来，资源消耗也会加剧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，造出强大的武器和更安全的庇护所。明天就是系统签到的日子，这次会得到什么呢？此刻，龙国最高指挥中心，一名作战参谋脸色苍白地冲进会议室。选手张鹏飞已经被俘虏12个小时了，这样下去他迟早会叛变。可距离下次通讯还有4天。老将军闻言，声音变得嘶哑，只能他们这4天内找不到小果吧。山谷内篝火噼啪作响，林奕涵足足吃下3大块鹿肉排。此刻他胃中传来许久未体验到的饱腹感，他声音沙哑道：“谢谢你们。”冷月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往火堆里添入干燥松木。你则目光平静，开口道：“说说你的情况。”林奕涵闻言，身体下意识绷紧，接着便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。他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如何生存，并时不时露出身上的伤痕。你和冷月静静地听着。此时林奕涵声音忽然变低，眼神里也流露出一丝后怕。我遇到过好几波外国人，其中3个人行动迅捷，像是军人。重点是我看到其中1个人腰上挂着枪。冷月闻言，瞳孔猛地一缩。你看清楚是什么枪了吗？你的眉头也紧皱起来。林奕涵努力回忆着，黑色的一把，整体感觉手枪要长一些，枪前面好像还有个木头一样的东西。另外他们是亚洲面孔，但说的不是灯塔国和倭国以及棒子国的语。听到这，你和冷月对视一眼，无比凝重。这个情报非常重要。你原以为最大威胁是灯塔国与倭国的，但现在看来，真正的猎人还在暗中观察。山谷里的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沉闷。片刻后，你打破沉默：“好了，先休息吧。今晚我手上半夜，冷月下半。你身体虚弱，就先休息。但从明天起，你负责凌晨4点到6点这段时间。”林奕涵闻言挺直脊背，干脆道：“我不会拖后腿的。”话音落下，你不再理会两人，而是拿出鳄鱼皮仔细研究起来。冷月则递给林奕涵一张保温毯：“上半夜有小果盯着，不用担心。”林奕涵听后重重点头，他抱着保温毯走向庇护所。当他钻进去的瞬间，整个人都呆住，外界的寒风瞬间被庇护所内干燥而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带着淡淡的烟火气和甘草清香。林奕涵望着眼前的一切，脸上写满震惊，随即鼻头一酸，眼泪再次涌上来，但这次是因为心中消散已久
旧的安全。他蜷缩在熊皮的一角，然后将保温毯紧紧裹在身上，感受着地面和空气中传来的双重暖意，随后睡下荒野以来最安稳的一觉。夜色渐深，你靠在树干上闭着眼睛，脑中不断思索着林奕涵提供的情报。不久后，冷月接替守夜，你得以进行几小时的深度睡眠。清晨薄雾尚未散尽，你熄灭炭火，取下所有鹿肉条。此刻的鹿肉已经完全脱水，变成色泽暗红的肉干。你取出一条，用牙咬下，然而肉干上只留下一层浅浅的印。你揉着下巴，表情狰狞道：“怎么这么硬？”接着便掏出匕首切下一小块，随后放进嘴里仔细品尝。肉质紧实，嚼劲十足，是绝佳的行军口粮。煮汤泡着会好吃很多。这么多肉干，够我们吃上大半个月了。此时林奕涵已经醒了，他看着肉干，口水不自觉分泌起来。今天有什么是我能帮上忙的吗？你闻言直接开始安排任务。冷月带他熟悉一下山谷周围，让他记清楚布设陷阱的区域，然后带着他砍一些手腕粗细的树木。我们需要升级庇护所，顺路多捡一些干柴当燃料。冷月听后点点头，林奕涵则挺直腰杆用力应道：“我会努力的。”不久后，两人拿着砍刀和绳索消失在林地中。你见状，平静地开口：“关闭直播，签到。您在荒野连续生存符合签到条件，本次签到奖励为体质强化，身体基础素质将获得全方位大提升。”下一秒，滚烫的暖流自心脏炸开，狂暴地冲刷着你的四肢百骸。你清晰感觉到每寸骨骼都在发出细密的爆响，肌肉纤维也以惊人的速度变得坚韧粗壮。你下意识攥紧拳头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充斥全身。这就是力量的感觉吗？说罢，你来到一片计划中的工作区域。先前计划因区域内200斤的青石挡路，不得不搁置。此时你深吸一口气，弯下腰，双手抓住石头边缘，同时腰背发力。然而预想的沉重感并没有出现，青石竟被你轻飘飘地搬起来。整个过程呼吸平稳，甚至心跳都没加速。你将巨石挪开后，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。体质的飞跃让你对接下来的计划信心爆棚。你将目光投向那座简陋的高炉。工业革命现在才算真正开始。说罢，你立刻行动起来，开始着手制作能强制鼓风的设备风箱。脑中兽皮风箱的制作方法瞬间浮现。你拿起匕首，将鹿皮精准裁剪成特定的形状，并将边缘用骨针穿刺出一个个细密的小孔。接着，你找来几根坚硬的直木，削成框架后，用藤蔓把鹿皮紧紧绷在木框上。你用一节中空的主管充当出风口，接口处则用粘土涂抹封死，形成完美密封。大约1个小时后，一个粗犷但耐用的单向鼓风皮囊完工。你将鼓风皮囊的出风口对准高炉进风口，然后把木炭和敲碎的赤铁矿石分层装入炉内。接下来开始有节奏的按压皮囊，一股股强劲的气流被灌入炉膛，炉内的木炭瞬间发出沉闷的红光，随即在强制助燃下转为刺眼的亮白色。高炉发出低沉的轰鸣，炉内的温度以恐怖的速度不断攀升。此刻你边维持鼓风节奏，边观察矿石的变化。只见暗红的矿石在高温下开始软化变形，表面也渐渐浮现出一层流动的铁水。你见状心中一喜，立刻拿起木杆捅开高炉底部的出铁口，刹那间铁水顺着引流槽缓缓流淌着。至此，荒野第一批人造金属诞生。你迅速将铁水灌入摆放整齐的箭头模具中，铁水与模具接触发出刺耳的声响，同时白色的水蒸气升腾而起。很快，最后一个模具被灌满，你用木棍夹起开始冷却的模具扔进水潭里，下一秒大量水蒸气瞬间炸开。待到模具完全冷却，你将其捞出，在石头上一磕，焦黑的粘土外壳应声碎裂，露出一个带着倒刺的菱形箭头。此刻你仿佛看到一支由钢铁武装的龙国队。就在这时，直播关闭，倒计时归零，直播被强制开启，直播间瞬间被弹幕淹没，无数夸赞与震惊充满屏幕。突然，画面中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喊：“果哥，我们有重大发现！我们在灌木丛发现一头刚出生的小牛，周围还有大型猫科动物留下的爪子。”你听后眼睛瞬间亮起。晚上加餐吃烤全牛。说完，脑中已经浮现出烤牛金黄酥脆的。怎料冷月叹气道：“我就知道你肯定想吃掉小牛，这牛犊子可是个战略资源啊！如果养活它，以后就有源源不断的牛奶喝；如果驯化它，就多个强力的搬运工。”你闻言愣在原地。你说的对呀。你愣神之际，冷月发现地上几十个金属疙瘩，他蹲下身捡起一个端详。这是铁箭头，你真炼铁成功了。林奕涵闻言也凑过。果哥，你以前还是个铁匠啊！听到这，你叉腰大笑起来。就是有点基础知识罢了。话音未落，冷月瞥见被挪开的青石，一个荒谬的念头瞬间冒出：难道是小果挪开的？但你的声音将他思绪打断。先去救小牛。不久后，你们抵达灌木丛，一阵极其微弱的牛叫声从里面传出。冷月上前拨开枝叶，只见一头牛犊正踉踉跄跄挣扎着起身，一双清澈又茫然的大眼睛望着你，它细长的腿打着颤，一次次的瘫软倒地。你见状蹲下仔细检查，
发现小牛身上并没有明显伤痕，于是你用手背轻轻蹭蹭小牛的额头，小牛出乎意料的把脑袋往你手心拱，你索性将小牛整个抱起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不久后回到营地，你用柔软的藤蔓做出一条简易的缰绳，将小牛牢牢拴在树下，接着铺上厚厚的一层干草，小牛很快便趴下蜷缩成一团。就在这时，林奕涵肚子咕咕作响，同时脸上浮现出一丝难受。你看到后顿时明白过，看来还得造一个厕所，人越来越多，到处拉也不是办法。想到这，你一声令下，你们多砍一些树，庇护所加固后，咱们再建一个厕所。听到这，林奕涵脸上顿时出现喜色，冷月则默默点头。很快，冷月和林奕涵再次进入里，你则扛着工兵铲来到营地50米外的一处下风口，你选好位置，并用脚划出一个范围，接着便挥起工兵铲开始挖坑。体质强化后，你干活变得像喝水一样简，没用多久，一个2米深坑初具雏形。你脑中不断思索着如何优化厕所构造。此时，瀑布山谷下一片密林中，王猛满脸是伤坐在地上。半小时前，他刚摘满1兜野果，正准备找地方休息，怎料几只猴子出现，将所有野果抢走。王猛见状，当即就追上猴群，一番搏斗下，最终只抢回小半兜野果，脸上还被猴群挠伤。眼下，王猛抬头看看天色，起身继续朝瀑布声方向走去。不久后，王猛脚步忽然一，眼前地面上出现一串人类脚印。王猛见状，迅速冷静下来，随后循着痕迹潜伏过去。视野中，一个倭国男人正背对他在树下如厕。看到这，王猛瞳孔骤然一缩，右手握住腰间柴刀。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下一秒，王猛冲上前捂住倭国人口鼻，接着握紧柴刀狠狠砍下。倭国人来不及反应，便被斩杀。此时，王猛才看清他的长相，正是之前那支多国小队中的一。见状，王猛没有丝毫犹豫，转身向另一侧的密林疯狂奔逃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宫本武藏前来寻找许久未归的队员，然而他却看到眼前一幕：嫡系，来人跟我追！说完，宫本武藏抓起长弓，循着足迹追出，其余选手也纷纷挽弓搭箭跟上。一时间，10几支箭矢射入丛林。王猛在复杂的地形中不断穿梭，然而一支利箭还是从他左侧腰间划过。王猛闷哼一声，加快步伐。此时，凯恩出声拦住众人，他看着王猛消失的方向，阴冷：一只受伤的兔子只会拼命跑回巢穴，只要跟着它，我们就能找到整群兔子。宫本武藏闻言放下手中长弓，我一定会亲手拧下他的脑袋。远处，王猛捂着伤口在林中疯狂穿行，他朝着瀑布声源不断奔跑。此刻山谷内是另一种光景，冷月将一根木桩狠狠砸进土，再用石头和粘土夯实。林奕涵则在一旁用藤蔓将木桩牢牢捆绑在一起。随着最后一根木桩被固定，一个厕所围墙初具雏形。你看着这个杰作，满意的点点头。材料不够，顶棚先不盖了，明天我跟你们多砍点木头回来。很快，夜幕降临，篝火再次升起。冷月将烤鹿肉放到石板上，只见一旁的陶锅里野菜汤正冒着热气。林奕涵抱着一大捧青草回来，他将青草送到小牛犊嘴边。小牛见状，立刻亲昵地凑上来。片刻后，你们3人围坐在篝火旁，冷月默默给大家分发着食物，你则把玩着手里一块石楠木。在冷月和林奕涵好奇的注视下，你拔出匕首在木块上削刻起来。10几分钟后，一个古朴的烟斗完工。此刻你脸上露出一丝欣喜，连忙起身钻进庇护所里。不多时，你拿着精心处理的烟草走出来，接着将烟丝填进烟斗锅压实，然后从篝火里抽出一根燃着的小木棍，凑近烟斗，烟丝瞬间被点燃，冒出一缕青烟。你将烟斗凑到嘴边，深吸一口，真是满足啊！林奕涵看着你老大爷般的模样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冷月也无奈地摇摇头。一时间，营地充满快活。然而石块碰撞的闷响突然从营地外传来，那是入口处布置的预警陷阱。听到这儿，你瞬间皱起眉头，随即拿着猎弓站起身。冷月则抽出砍刀护在林奕涵身前。你对冷月递出一个眼色，冷月顿时心领神会，和你一前一后走向预警陷阱。只见不远处一个黑影正倚靠树干喘着粗气，正是王莽。当他看清你手臂上那抹龙国旗帜时，惨白的脸上瞬间浮现出狂喜。舅舅，我是龙国的王猛。话音落下，你迅速上前确认身份，随后和冷月架起王猛往回走。奕涵去把急救包拿出来。林奕涵闻言立刻跑回庇护所。片刻后，冷月将王猛放在篝火旁，然后接过急救包打开。冷月抽出匕首划开王猛伤口处的破布，一道4公分的伤口暴露在空气中。冷月面无表情将消毒液浇在伤口上，下一秒王猛身体猛地颤抖起来，但很快就被你紧紧按住。伤口清洗干净后，冷月拿出干净的绷带包扎，整个过程专业且不拖沓。做完这一切，你们都松了口气。林奕涵将烤鹿肉和热汤递到王猛面前，王猛见状抓起鹿肉就往嘴里塞。片刻后，王猛缓过劲来，他靠在木桩上将近来的遭遇说出。提到联合小队时，甚至满脸愤怒。我虽然把血迹都处理了，但他们肯定还会追过来，我们
得早做准备。你闻言脸色沉重的点点。这么多人袭击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过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想到这，你默默拿起烟斗，接着重新填上烟丝，用火引子点燃。你不紧不慢的吸下一口，随后缓缓吐出白色的烟圈。王猛瞥见这一幕，瞬间两眼放光。你抽的这是烟斗吗？你听后点点头。王猛见状，猛地坐直身体，丝毫不顾伤口传来的剧痛。哥们，快给我来一口，我嘎了个小日子，也算立功了。你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哭笑不，连忙填入新的烟丝压实，带着还没熄灭的火引子递过去。王猛如获至宝般接过烟斗，然后迫不及待的猛吸一大口，顿时辛辣的烟气直冲脑，呛得王猛眼泪鼻涕糊满一脸。三人被他狼狈的样子逗得直笑。此刻王猛感觉伤口都不再传来疼，他靠在木桩上，神情严肃起来。小果兄弟，咱们得聊聊正事了。如果被围困，又没有稳定的食物和水源，我们迟早会被联合小队拖垮。咱们得想办法主动出击。闻言，你平静的开口：你和我想的一样，得先把追你的这伙人彻底解决掉，我们才能获得短暂的安全发育期。在这之前，你先好好养伤。今晚我和冷月守夜。话音落下，王猛重重的点。夜晚在你和冷月轮番守夜下安全度过。翌日天刚蒙蒙亮，山谷10几公里外，一个身影踉跄着扑到溪边，张口贪婪的喝着水。他是龙国一个普通上班族选手赵子谦。长时间的饥饿让他头晕眼花，已经站不。就在赵子谦喝水时，附近的草丛发出声响，接着一个高大的身影走出来，手臂上赫然是龙国标志。赵子谦看到后几乎哭出来。同胞啊！那个身影看清赵子谦是龙国人后大笑起来。兄弟，你也是龙国的，我叫张鹏飞，你是一个人吗？张鹏飞热情的嘘寒问暖，甚至将自己的肉干分给一块赵子谦。赵子谦接过肉干，感激涕零。我是一个人来到这的。说完便将肉干一把塞进嘴里。而在溪流10米外的密林中，凯恩手持木弓锁定着张鹏飞的后，他们早就以死亡威胁张鹏飞叛变。此刻张鹏飞心中升起一丝快感，终于有倒霉蛋来分担痛苦了。兄弟，你也是龙国的，我叫张鹏飞，你是一个人吗？张鹏飞热情的嘘寒问暖，甚至将自己的肉干分给一块赵子谦。赵子谦接过肉干，感激涕零。我是一个人来到这的。说完便将肉干一把塞进嘴里。而在溪流10米外的密林中，凯恩手持木弓锁定着张鹏飞的后，他们早就以死亡威胁张鹏飞叛变。此刻张鹏飞心中升起一丝快感，终于有倒霉蛋来分担痛苦了。另一边瀑布山谷，王猛被小牛的叫声吵醒，他坐起身揉着眼睛感叹道：这熊皮大垫子是真爽。而一旁林奕涵正在给小牛喂水，王猛看到后眼睛瞬间亮起来，他3两步凑过去搓着手道：这牛看着挺瓷实啊，是今晚的加餐吗？林奕涵闻言迅速护在小牛身前，小牛不能吃，他以后要帮我们耕地拉东西的。王猛听后尴尬的笑道：原来是这样。简单的早餐过后，你拿出4把弓放在眼前，随后将一个沉甸甸的兽皮袋子打开，下一秒70、80个铁质箭头滚落一地。王猛瞥见后，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，他蹲下身拿起一个箭头，在手中掂量。你还真能在荒野里练出，给我1天时间，我能把这些箭头都安装好。你听后看向冷月和林奕涵，你们2个负责协助，再把之前积攒的鸟羽筛选出来，做成箭雨。另外照看好墩墩和营地的火。话音落下，2人重重点，你则转身走向巨大的弯鳄皮。我来做些能保命的衣服。片刻后，整个营地变成高效运转的小作坊。王猛和冷月坐在大石头边，石头上堆放着所有铁箭头。王猛负责用粗砂对箭头进行初步打磨，冷月则负责精加工，把箭头磨出尖锐的穿刺角。而林奕涵在几人之间来回穿梭，他将削好的箭杆递给冷月，又小跑着去给小牛添上草叶，再回营地前照看篝火。与此同时，张鹏飞正带着赵子谦向密林深处走去。我们营地就在前面，人多而且有吃有喝，绝对安全。赵子谦听后眼眶都有些湿润，独自在荒野生存这么久，终于找到组织了。然后穿过密林后，眼前的景象让赵子谦呆住。只见营地内7、8个肤色各异的身影站着，他们眼神警惕，手中拿着不同武器，正是外国联合小队。此刻赵子谦大脑一片空白，而张鹏飞谄媚着跑向凯恩。凯恩先生，我把人带来了。听到这，赵子谦彻底心如死灰，长期的饥饿让他连逃跑的力气都，他只能绝望的怒吼：张鹏飞，你这个狗娘养的叛徒！凯恩看着这一幕，脸上浮出冷笑，宫本武藏则上前一拳砸在赵子谦的腹部，下一秒赵子谦倒在地上，接下来是几人不断的殴打，而张鹏飞躲在后方，满脸幸灾乐祸。龙国官方直播间内气氛压抑到冰点，弹幕彻底被愤怒的火焰点燃。龙国
国10几亿观众的心都揪成一团，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同胞被毒打，却无能为力。而灯塔国指挥中心内气氛却截然相反。灯塔国将军眼中闪过一丝贪婪，等凯恩继续活捉小谷，以后龙国的气运都是我们。此时你们对这些一无所知。山谷内王猛将最后一个箭头打磨好，扔进兽皮袋。他看着沉甸甸的兽皮袋，不大笑。这时你起身对着几人大喊道：“停下手头的事，所有人关闭直播测试武器。”三人闻言迅速放下东西集合。片刻后，你们来到一片空地，王猛将一截粗壮的原木靠在岩石上作为靶，随后冷月拿出铁头剑搭在弓弦上，用力拉满弓身将箭射出，伴随一声低沉的闷响，箭矢瞬间射穿原木坚硬的外层。王猛看后眼睛都瞪直，这威力比木头剑强了不止一个档次，要是射在人身上，不得直接对准。连冷月眼中也闪过一丝满意，铁箭头的穿透力已经超出他预期。就在这时，你拿出4件鳞甲，正是用弯颚背部最坚硬鳞皮制作而成，墨绿色的鳞片在阳光下反射着幽冷的光泽。你将鳞甲分别递给3人，穿上它生存几率会大大提高。3人闻言笑着点点头。王猛已经迫不及待地将鳞甲套在身上，他用力捶着胸口，鳞甲发出沉闷的巨响。这厚度和硬度简直是小防弹衣啊！很快全员换装完毕，你看着焕然一新的队友，将最后一只铁箭头装入箭囊。现在轮到我们当猎人，来场麻雀战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等他们成了惊弓之鸟，再找机会一击致命。王猛和冷月听后重点，他们完全认可你的战术。既已定下，4人立刻行动。林奕涵将小牛牵回庇护所，并用石块堵住洞口，只留出通风的缝隙。冷月则熄灭所有篝火，同时带上武器和食物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4人小队如鬼魅般钻入密林。你走在最前方，双眼如同雷达一般扫视着周围，大师级环境感知全力释放。此时王猛蹲下身，连起一片被踩断的枝。看痕迹，他们离开最多不超过3个小时。听到这，你们继续向前追踪出10几，怎料痕迹却在一片乱石滩前消失。冷月与王猛查看后都摇摇头，表示无能为力，准备分散开来重新搜索。然而你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刹那间整个世界在你脑海中呈现出另一景象。空气中一股微弱的气流从东南方向吹来，你抬起手指向东南方，在那边大约2公里处。王猛闻言满脸惊讶，但看到冷月平静的表情后没再多问。那我们先找个地方等天黑吧。话音落下，你点点头，带着3人朝东南方向走去。你们找到一处隐蔽的洼地，吃着肉干和喝着清水。天色渐渐暗，你们悄无声息地朝密林深处摸去。不久后，一抹微弱的火光出现在前方。王猛眯着眼睛低声道：“营地周围连个暗哨都没，这帮孙子太萌了。”他刚想提议趁机去偷袭，下一秒却被你按在原地。你抬手指向营地两侧的大树，王猛和冷月顺着望去，顿时瞳孔骤缩。只见树冠阴影里2个模糊的人影潜伏。见此，王猛后背渗出一层冷汗。你转头轻声对3人说道：“这支队伍中有专业的人，就算哨兵被弓箭射杀，掉下来发出的声响也足以惊醒营地里所有人。我们射掉这2个哨兵就跑，过2个小时再来。”说罢，你和冷月缓缓举起长弓。然而营地里忽然传来一阵骚动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从营地窝棚里扔出一人。你见状眯起双眼，盯着那个瘫在地上的身影，火光下龙国标志隐约可见。你立即开口道：“是我们龙国的人。”此话一出，几人沉默。如果射杀哨兵，对方恼怒下很可能对同胞下手。眼下的局面令你们陷入两难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你身上。你的大脑飞速运转，无数个方案在脑中闪过又被突然你灵光一闪，看向王猛，脸上露出一丝坏笑：“我记得你来的时候被一群猴子给袭击了。”王猛闻言先是一愣，随即双眼爆发出骇人的金光：“你小子够损！”计划既定，你们立刻行动。很快，王猛凭借记忆带你们返回猴子林。他从兽皮袋里拿出数个猕猴桃，接着大摇大摆走到林边一块空地上。王猛用匕首削去猕猴桃表皮，露出果肉，顿时一股清新的香气弥漫开来。没过多久，周围的树丛里便传来轻微响，黑暗中几双眼睛亮起，死死地盯着王猛身边的猕猴桃。一只胆大的猴子迅速朝王猛冲去，怎料王猛肌肉绷紧，瞬间出手，下一秒猴子就被他抓在手中。你们见状，拿起藤绳上前，仅片刻就将猴子捆。此时猴群炸开锅，10几只猴子从4面8方窜出来。你见状兴奋起来：“来得好！”猴群的攻击蜂拥而至，然而在鳞甲保护下，4人毫发无损。一时间6、7只猴子被俘，你们将其捆得结结实实。剩下的猴子见势不妙，飞速逃回林。你则示意3人离开。路上，你对林奕涵说道：“待会儿需要你做一件事，放手大胆做，我相信你。如果计划失败，我还有后手。”林奕涵听后涌起慌乱与恐惧，但看着你自信的眼神，他也变得坚定。我知道了。凌晨3点左右，你们抵达凯恩营地外围的一处湖泊。营地内树上的2个哨兵仍在警戒，而其余人都在沉睡中。你见状，立刻下令开始行动。王猛和冷月解开猴子身上的藤绳，林奕涵则悄无声息地离开。
7只猴子解开束缚后开始剧烈挣扎，王猛眼疾手快将他们甩向营地，刹那间营地乱成一锅粥，人与猴的叫声混杂着散开。凯恩听到后握着匕首走出来扫视四周，下一秒就被猴子扑上脸，一时间营地里人仰马翻，谁也没有注意到树上的异常。只见2支铁头剑划破夜空，2名哨兵几乎在同一时间被箭矢刺破喉咙，连一丝声音都没发出就从树上栽下来。此时一只猴子张着血盆大口直奔宫本武藏，宫本武藏见状眼神一冷，腰间长刀瞬间出手，猴子的头颅应声而落。其他猴子看到后更加疯狂，混乱中3道箭矢悄无声息地从黑暗中射出，紧接着3个人影应声倒地。此刻凯恩才意识到不对劲，他立即大吼道：“宫本快过来，有敌袭！”宫本武藏闻言迅速跑到凯恩身边，剩下的2个人也慌忙聚拢过来，4人警惕地看向四周。突然一支箭矢穿过，对方1名手下瞬间倒地，但凯恩也因此发现你们的位置，他举起弓瞄准你们射出。剩下3人见状也发起攻击，3支箭矢呼啸而出，你们连忙压低身形躲避，同时向另一侧跑去。交火依旧在持续，很快凯恩发现不对劲，你们总能在他们准备还击的瞬间精准攻击，逼得他们只能狼狈躲闪。想到这，凯恩眼中闪过一丝恨，你们2个拖住敌人，我去把人质带过来。话音落下，3人迅速散开。片刻后，你眉头微微一皱，感知中一个身影正从营地边缘的窝棚钻出，他手脚并用地往反方向钻入密林，随后连滚带爬的疯狂逃窜。你心中疑惑，这个时候谁会逃跑？远处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一道逃跑的身影出现，正是张鹏飞。营地陷入生死混战时，他趁乱逃走，无论落入谁的手中，他都是死路一条，因此他必须逃。张鹏飞拼命安慰着自己，同时加快脚步跑向密林深处。营地内战况愈发激烈，联合小队又1名小弟被铁剑贯穿。宫本武藏看到这一幕，咬紧牙，随后猛然拔出腰间的长刀，我跟你们拼了！然而这时凯恩拖着赵子谦走，龙国的杂碎们，给我滚出来，否则我就割开他的喉咙！场上顿时安静下来。你在黑暗中眯起眼睛，林奕涵则按照计划从营地后方慢慢接近。此时凯恩开始倒数，3、2、1，下一秒你的身影从黑暗中缓缓走出，手里握着匕首，神情平静道：“我出来了，然后呢？”凯恩看到后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，扔掉武器，让你的同伴也滚出来，双手抱头跪在地上，否则你懂的。说完，凯恩握紧匕首贴近赵子谦的脖颈。你见状大声吼道：“好！”冷月、王猛出来，随后将匕首扔在脚下。冷月和王猛立刻会意，装出一副不甘与愤怒的模样，缓缓走出来。此刻凯恩脸上的笑容更盛，这就把你们绑了去，跟龙国换资源，把你的手枪交出来。闻言，你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。手枪不在我这里。凯听到这恩一愣，在哪？话音落下，林奕涵的身影出现在凯恩后方，他握紧手枪对准凯恩的后心，在我这。只听清脆的枪声响起，凯恩胸口瞬间绽开血花，他眼里充满荒谬与不甘，接着整个人向后倒去，而宫本武藏还沉浸在错愕的。下一秒，你抄起地上的匕首，大步迈出，直扑愣在原地的宫本武藏，一抹寒芒划过夜空，宫本武藏倒在地上，脖颈处鲜血喷涌。此时林奕涵瘫坐在地，大口喘着粗气。你笑着走上前，开口道：“干得漂亮。”林奕涵闻言抬起头，看着你充满笑意的脸，心中恐惧瞬间便消退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响起，倭国选手死亡人数超过10人，国运惩罚机制启动，倭国全体国民体质减1。与此同时，倭国指挥中心内所有高层脸色煞白，而倭国本土无数人摔倒在地面露痛苦。片刻后，机械音再次响起，龙国为主要击杀方，国运机制触发，龙国全体国民体质加1，本奖励不作用于参赛选手。刹那间，整个龙国彻底沸腾，无数民众感受到身体的变化，仿佛一股暖流从4肢百骸涌起，瞬间冲散掉所有的伤病与疲惫。此刻，所有人都在为你们的队伍鼓掌喝彩。荒野之中，你们脸上也充满喜悦与自豪，你眼中燃起炽热的自信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快救人，然后打扫战场，检查战利品。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。话音落下，4人迅速进入状态。王猛将所有的武器物资等集中在营地中央，你则面无表情地湿身上的衣服8下。而冷月跑到赵子谦身边检查伤势，发现他仅有一些外伤，并无生命危险。于是冷月从背包里拿出水壶给赵子谦喝下。片刻后，赵子谦醒，他看到冷月正在帮自己处理伤口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谢谢你们，骗我来这的叛徒张鹏飞抓到了吗？说完便再次昏睡过去。而冷月微微一顿，他迅速来到你身边，靠口道：“他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很虚弱。另外，他说龙国选手张鹏飞已经叛变。”此刻，你手上的动作停下。原来刚才逃跑的人就是他。
这颗钉子必须尽快拔掉，但我们现在带着伤员，贸然追击太危险，先休整一段时间再做打算吧。冷月闻言点点头，你召集起3人，接下来3小时我来警戒，你们都抓紧休息。众人听后没有异议，各自找到地方休息。你则不断思索着未来规划。以后敌人会越来越多，我们需要更精密的武器和防御，比如连环套索和诸葛连弩。一个个具体的计划在你脑中成型。时间不知不觉过去，温暖的阳光透过树叶洒下，营地里众人陆续醒来。冷月将肉干浸泡后递给赵子谦，赵子谦接过后立马狼吞虎咽起来。不多时，5人围坐一起吃着东西。赵子谦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盘托出，听完后众人无不愤恨。你目光扫过众人，开口：迅速清点物资，带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回家。几人听后立刻行动起来，缴获的战利品实在太多，足足塞满10多个背包。王猛用藤蔓和木棍做出简易的拖犁，这才将物资全部运上，朝着山谷庇护所方向缓慢移动。突然，直播手表传来震动，指挥中心的消息弹出，呼吁全体龙国选手对叛徒张鹏飞进行处理。另外，根据长期观察与数据分析，特此公布一条资源返还的规律：针对固定资源点，选手需在1周内对资源进行持续利用，方可大概率触发10000倍返。最后公布此前持枪亚洲面孔的信息，该选手已确认隶属简朴国，其持有武器为短管霰弹枪。看着消息，你心头有喜有愁。山谷旁那条溪流，明天正好持续使用7天，但简朴国选手的枪械火力远高于我，不过起码知道了关键信息。想到这，你开口道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的子弹迟早会用光，但我们能借助资源获取源源不断的武器。此话一出，队伍阴霾一扫。就在这时，一股香味飘出，你眼前一亮，指着侯林道：那有好东西，大家跟我来。几人闻言一脸疑惑，但还是跟上你的脚步。半小时后，你们抵达侯林，数十只猴子看到你们瞬间变得狂躁起来，他们从4面8方涌来，投掷出石块和烂果子。你见状迅速下达指令，直接驱赶或击杀。王猛我正面冲击，吸引主力，冷月和易寒在旁边清理漏网之鱼。话音落下，王猛如蛮牛般出去，他用锅盖当作盾牌冲散猴群的阵型，你则如鬼魅般从侧闪出，挥舞长刀将数只猴子抽飞。不到1分钟，猴群便彻底溃败。猴王发出不甘的尖笑后，带着猴群逃窜。此时王猛看向你，你说的好东西是什么？然而你闭着眼不说话，只是将大师级环境感知全力发动，随后走到一棵横卧在地的巨大枯木边，枯木中间形成一个天然的树洞，洞口被一些烂叶和苔藓堵。你用匕首轻轻拨开洞口的杂物，下一秒浓郁的酒香从树洞里喷涌而出，你顿时笑出声，这是猴儿酒，快拿锅来装。王猛闻到这股味道，激动的差点跳起来，他急忙抄起锅和水壶跑来，你和冷月一起将树洞扩大，只见树洞底部积着一层破色的粘稠液体，液体中还浸泡着各种野果。王猛见状，拿起锅迅速开始舀酒，其余几人也立刻帮忙，足足装满3口行军锅和2个水壶后才停下。王猛笑着将树洞口用树叶封闭住，留一点给他们点念想，说不定以后还会再念。就在此时，赵子谦无意间扫过前方一片空，成片的植物叶子看起来有些眼熟，于是赵子谦缓缓走过去，他伸手往土里刨刨，紧接着整个人都僵在原地。是红薯。众人闻声快步围上来，只见眼前一大片野生红薯静静矗立。此时全球通告响起，龙国选手赵子谦发现作物红薯触发10000倍返还，龙国境内随机区域生成上万亩质红薯田。通告如同炸弹在龙国直播间炸响，弹幕仿佛变为狂欢的海洋。侯林内众人一阵欢笑，接着便开始刨地，很快脱离上堆满无数红薯以及红薯叶，一行人满载而归，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。然而当回到山谷时，所有人瞬间停下脚步。营地中央一个模糊而庞大的黑影正悠闲地散步，山谷入口气氛瞬间凝固。你迅速发动大师级环境感，脑海中那庞然大物的轮廓愈发清晰，好像是一头牛。你像是想到什么，连忙带着众人进入营地。这一刻，巨牛转头看向你，而它的脚边小牛正亲昵地蹭着。林一涵捂住嘴道：是小牛的妈妈。话音落下，巨牛发出一声低沉而温和的叫声，小牛则欢快地跑到林一涵身边，紧绷的气氛瞬间消失。众人纷纷上前围观其母，你的目光凝固在母牛的侧腹和后腿上，几道深深的爪痕清晰可见。冷月见状，快步上前道：我来给他处理下伤口吧。接下来整个营地围绕着母牛忙碌起来，冷月用火烤过匕首，然后切下母牛伤口周围腐烂的皮肉，剧痛让母牛身躯猛一颤，但它只是发出哀嚎，始终没有挣扎。夜幕降临，篝火噼啪作响，一口行军锅架在火上，锅里煮着块状的红薯，火堆旁则是几个烤红薯。众人围坐在篝火旁，母牛则温顺地趴在不远处，小牛依偎在它身边吃着红薯叶。此刻庇护所犹如一个安稳的家。王猛咧着嘴递给赵子谦烤红薯，咱们的大功臣多吃点，明天我和果大兄弟去林里弄点野味，配上猴酒，不得美翻了。这时冷月收拾着碗筷，淡淡开口：
咱们这庇护所越来越挤了，得先考虑住的事。你闻言点点头。明天开始多建几个庇护所，还要给2头牛搭个牛棚。众人闻言纷纷点。很快夜色渐深，篝火也慢慢熄灭，几人陆续钻进庇护所休息。王猛因呼噜声太大，被派去占第1班岗。他裹着保温毯蜷缩在营地旁，拿着匕首在一块木头不断雕刻。与此同时，龙国最高指挥中心内灯火通明，一名参谋快步走进作战室。现在有很多国家想用物资换红薯，敌国那边传来消息，他们希望用石油来交换。老将军闻言眼睛一亮，那可得好好谈谈啊，看看他们能开出什么价码。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向营地，众人相继起床开始忙碌。林一涵给母牛换药，冷月则开始准备早餐，而赵子谦拄着木棍收集着牛饲料。你看看天色，开口道：“我和王猛去打猎，你们在营地里规划新庇护所的位置。”众人听后纷纷点。简单吃过早餐后，你和王猛出发，在林中穿行大约1个小时后，你捕捉到一些动物的气味痕迹，于是带上王猛顺着气味找去。不久后，一处地面有明显踩踏痕迹，同时几株植物被拦腰压断，断口都还很新鲜。你见状开口道：“前面有大家伙，看痕迹体重至少在300斤以上，而且他好像在吃什么东西。”王猛闻言，眼里冒出兴奋的光芒。接下来你带着王猛绕到下风口，然后一点点朝着目标接近。很快一阵咀嚼声传来，只见一头巨型野猪正在嘴边那对锋利的獠牙不断发出摩擦声。你迅速扫视周围地形，一个计划在脑中瞬间构建完。你抬手指向野猪左侧一棵巨大古树，我从正面吸引他的注意，你绕到那棵树后面，我会把他引到树的方向，等他停下的瞬间，就该你出手了。听到这，王猛有些担心，我能刺穿他们。然而你笑着拍拍腰间的长刀，我负责给他最后一击。王猛这才重点。说罢，两人开始行动。你捡起一块石头，猛地砸向野猪，石头正中靶心。下一秒，野猪发出愤怒的咆哮，接着他猛地转过身朝你冲来，地面都因野猪跑动微微震颤，但你脸上毫无惧色，只是死盯着这头野猪。就在野猪即将撞上你的刹那，你脚下发力，瞬间弹向一侧，险之又险地避开冲撞。野猪则因惯性撞在古树上，庞大的身躯顿时陷入僵直。此时王猛一声暴喝从树后跳出，他紧握长矛，用尽全力向野猪脖颈刺去，锋利的铁矛头瞬间刺穿野猪皮肉，鲜血如喷泉一般飙射而出。同时野猪发出凄厉的惨嚎，他发疯似的扭动身体，试图将王猛甩开，而王猛死死握住矛杆，奋力抵抗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你手握长刀从侧面闪出，只见一道冰冷的弧线在空中划过，野猪脖颈大动脉处便出现深深的切口。此刻惨嚎声戛然而止，野猪不断抽搐着，眼中凶光迅速暗淡去，最终重重倒在地上失去声息。王猛不断喘着粗气道：“咱们竟然干掉他了。”而你并未看野猪一眼，只是他走到野猪近10处，扒开泥土，一块不规则的块茎被你扯出。猛哥，咱们发了，这是黑松露，用它炒猪里脊肉，别提多香了。听到这，王猛已经两眼放光。那还等什么？多挖点回去，让他们也开开眼。随后两人便在地里疯狂挖掘，不多时10几块黑松露被你放入包中。接着你和王猛合力将野猪拖起来，随后往营地方向走去。路上王猛突然停下脚步，他抬起手指向远方：“郭兄弟，你看那边。”你闻言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极远的山脊线上一缕淡淡的青烟袅袅升起。你见状平静道：“距离太远，先不管了，先回营地等安顿好再说。”听到这，王猛点点头，两人继续拖着野猪往回走。营地里冷月正在指导赵子谦种植红薯，林奕涵则在一旁清洗大家换下的衣物，而母牛和小牛在悠闲地吃草。就在这时，王猛的声音传来：“我们回来了。”众人纷纷抬起头，当他们看到野猪后，全都瞪大双眼。冷月迅速上前围着野猪转圈，这得有300多斤吧？你们是怎么杀死他的？听到这，王猛立刻开口炫耀经过，片刻后开始处理野猪。王猛在一旁架起行军锅，接着拿刀在野猪脖子上一划，鲜血顿时涌出，全部流进锅内。王猛动作娴熟，猪的全身上下都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冷月站在一旁皱眉道：“这么多肉一时半会儿吃不完，得做成腊肉保存。”你点点头，从包里掏出几块黑松露道：“今天给大家做个好菜。”中午时分，篝火烧得正旺，你串着几块野猪肉在火上烤，一旁锅里则炖着排骨汤。不多时，你将黑松露切成薄片撒在烤肉上，一股奇特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，很快烤肉变为金黄色。你招呼几人过来吃饭，猪肉外皮焦脆，内里鲜嫩多汁，而黑松露薄片经过炙烤，释放出奇特的芳香。几人迫不及待吃起来，一口下去，脸上纷纷露出惊艳的表情。此时你拿出猴儿酒，王猛见状迅速给大家倒上。没一会儿，5人举起手中的杯子，你看着周围大声说道：“为了这顿肉和咱们龙国干杯！”下一秒，几只墓碑碰在一起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气氛热烈而温馨。全球直播间里无数观众看着这一幕，口水直流。酒足饭饱后，众人心满意足地靠在木桩上休息。你看着母牛和小牛开口说道：“肉和战利品太多，我们搬不回来。铁矿开采后，靠人力搬运效率也太低。下午我们造一辆牛车出来，有了牛车，不管是运输物资还是开
垦土地，效率都会大大提升。王猛闻言猛拍大腿，全都听你的果大兄弟，你说怎么干，咱就怎么干。其他人也纷纷响应，眼中都充满对未来的期待。午后的阳光变得不再灼热，就连山谷里的风也带着一丝凉爽。此时牛车工程有条不紊地展开，你指着不远处几棵笔直的硬木开口：王猛和冷月负责木材，我们需要2根直木做主梁，还要一些手臂粗的做横梁和车辕。两人收到命令，迅速行动，一左一右走向小树林。很快林中响起砍伐声，而你转向另外2人嘱咐：易涵和子谦负责收集藤蔓，越多越好。把藤蔓的表皮剥掉后，用石头捶打，用它来编织绳索和车厢的围栏。两人闻言猛地点，随后带着匕首钻进附近的灌木丛。分配完任务后，你走向高炉，接着将剩下的所有铁矿石和木炭都搬来。你要制造车轴和车轮的加固件，这是牛车最重要的部件。你把木炭和铁矿石分层放入高炉，接着将鼓风皮囊连接到高炉的进风口。随着皮囊被有节奏的拉动，炉内的火焰温度逐渐攀升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炉内的铁矿石开始融化，汇聚成流动的铁水流出。见状，你拎起2个行军锅走向深潭，准备蓄水，用作淬火。当军锅进入冰凉的溪水时，熟悉的机械音响彻全球。龙国选手小果持续利用固定水源7天，触发万倍返还。龙国境内随机生成1万处活水支援。公告如同巨石投入湖面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滔天巨浪。而你已经回到高炉处，你用湿木夹钳将铁水引出，接着倒入湿润的长方形凹槽，铁水接触到湿泥顿时发出声响，刹那间蒸腾起大片白雾。不久后，铁水稍稍冷却，凝固成一块粗糙的铁锭。你立刻将其夹出，放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，然后用匕首在铁锭一端凿出凹槽，最后将一根硬木插进去。接下来便是反复的捶打，铁锭被你硬生生敲成近乎完美的柱体。此时冷月和王猛已经返回营地，王猛看着你瞪大双眼：果兄弟，你上辈子真是铁匠。你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专注干活。接下来你锻造出4个环形铁箍，以及2个中心带孔圆盘状铁件，用来加固木质车轮。冷月在一旁静静地看着，他能从你身上感受到极致的专业和自信。在你锻造金属部件时，其他人也没闲着，几人按你的吩咐开始组装锻造完成的部件。当所有木工和铁活都准备就绪，最关键的组装步骤便开始。你将烧红的铁箍套在木轮边缘，顿时刺鼻的焦糊味伴随白烟升腾而起。你拎起一锅水浇在铁箍上，铁箍因冷却而急剧收缩，严丝合缝地箍住木轮。最后就是各部件间的链接与固定。时间慢慢过去，一辆质朴的牛拉板车出现在众人眼前，大家围着牛车，脸上充满成就感。片刻后，林奕涵牵着母牛走来，你和王猛用兽皮做出简易的牛轭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给套在母牛身上。母牛主动低下头，十分配合。接着你将牛轭与车辕连接，然后将几块巨石搬上车。只见缰绳被轻轻拉扯，母牛轻叫一声后缓缓向前迈步。下一秒，木轮在草地上压出2道深深的车辙。林奕涵见状，激动地跳起来：我们成功了，我们真的成功了！其余几人看着这一幕，眼中满是光彩。此刻未来如画卷般紧紧握在你们手，画卷展开便是一幅山川锦绣，画中人人衣食无忧，所有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